好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我是光中心的介维。今天呢是2024年正在传文教基金会，然后和光中心所合作主办的这个 AI 新时代心灵觉醒讲座系列的第7场。然后呢，由我来分享呢我们针对这个 AI 新时代的一个主题叫做新伴侣新伴侣。就是大概在伴侣关系上面呢，待会我们马上会给大家看到，你会发现说应该都听说现在的年轻人这个不婚然后这个不生好，然后呢，以及离婚率呢节节的攀升。那所以呢，在我们说往3维迈向5维的这个新的这个阶段的这个过程里面，大概在亲密关系上，或者是我们一般传统上在不论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传统上都很重视的这个婚姻制度，或者是所谓的亲密关系，或者是大家都很喜欢的除了这个金钱工作之外，很重要的这个爱情 ，OK， 还有以及呢，一直在我们传统上好像被隐而不谈，可是明明呢有这么多的这些歌曲，90%的歌曲跟艺术创作作品，全部都跟这个爱情动力有关的这个这个东西，那包含所谓的这个性能量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会针对从灵性的角度呢来探讨这几个东西。好，所以我们马上就开始。好。好，那我先提供一下说明一下因为这场呢其实是我们针对一般大众，很像是大众的市民讲座。那所以呢虽然我们从灵性的观点来谈，所以我会尽量选材一些包含帮助大家今天的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探讨一下现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从灵性的角度来看。那但是呢，我们结尾是要带给大家希望的，就是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长保我们的亲密关系或者是婚姻关系或在目前看似这么混乱的这个外在环境、外在这么多的诱惑情况底下，它还是能够这个维持较长的期间，符合一般社会所想。可是我们也会分享一些从灵性观点的角度来看，当我们就像我们上一场若是还没听的朋友，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听就是我们整个系列的这个第5场，就是我所分享的这个在新创造的这个主题上面的这个高维的星际议会的讯息所提到的，我们灵魂的本质其实始终要的不断的这个扩展，然后表达，然后跟取得经验。所以在这个大家都觉醒的这个年代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关系的形态的这个可能，然后以及这不要说可能了，事实上已经有些人在进行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这种爱的交流。那这个的部分我们也会做这些分享。那可是有一些东西或许您是第一次听到，然后会感觉到有一些有一些震惊 OK 好但是呢这都是我们并没有要叫大家立刻去执行也不是推荐说每一个朋友其实通通都适用。我们最后的结论会告诉大家，只有爱的交流以及爱就是我们的源头能量，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本质，这个东西是不变的 OK。 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的光与爱呢？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进行的部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虽然我们会谈及一些这个性能量方面的这个问题那可是都在这个一个安全的尺度的这个范围里面，好吗？好，所以那照惯例我一定会分享说我们今天的这些资料出处呢，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地方，然后以及哪一位作者。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你们都可以去探求这个原点 OK。 好，那我只是为大家筛选出其实在这几本著作或者几位作者的思想里面，那我个人的经验里面认为其实比较适合，然后大众可以了解，同时对您的意识方面有所提升跟帮助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会用到的这个两大的这个主题呢两大的这个著作，其中呢这一本呢叫创造真爱，这英文是 The Future of Love 然后这个作者呢其实他是这个戴芙妮露丝金马这个Daphne Rose Kinma。 那其实这位作者他今年已经80几岁了，他非常有名，他30年前其实就成名了然后他的这本书呢为什么会选材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与神对话的系列里面有阅读过与神对话系列的朋友，我们在这么多年以来都陆续有介绍，他曾经有推荐过改变世界的8本书 OK。 那这本书呢被列为能够改变未来世界，他在这个30年前与神对话在1990几年出来的时候，他就推荐说在
有关于亲密关系上面，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情感方面可以改变世界的著作，他选了这一本啊，他选了这一本。然后其实这个作者呢，他待会我们会介绍他的这个会举他生命中的一些故事以及他的精彩的个案。那他在美国呢，其实已经红了很多年，被称之为这个灵魂之爱，某一种灵魂之爱的这个教母，因为他所谈的亲密关系虽然有心理学的部分。可是更多的部分，他是从灵魂跟灵性的角度来谈，这个是他跟其他的爱情专家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从灵魂的角度来谈是什么味道呢？这个我们特别是在今天的下半场的时候，我们会引用到他比较多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到。那我后来发现，其实他在美国有10几本的著作，然后呢，光是那种4.5颗在亚马逊书评上面，不是10个人、20个人评价，是几百个人500个人、800人评价，都还维持在4.7、4.8分的这样子的这个高排行的著作，可是却只有一本中文翻译书，所以非常鼓励，若是有其他出版社可以去看看他的这个东西，只是可能30年前他所提的一些东西比较超前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我们已经从年轻一代的孩子身上，其实已经看到他当时所预言的状况了。好，那再来呢？另外一本呢，就是我们封面上面提到的这一本叫做《与神交欢》。那这个的作者是谁呢？他是我们曾经在2018年9月的时候，那我曾经邀请他来这个我们台湾然后进行了这个各地的这些讲座，然后跟这个分享，就是我们画面上的这一位蒂娜斯帕尔丁。那他也是那个耶稣我的自传以及向原力觉醒的这位传讯人，他本身是一个收讯者。那他这本书呢，其实是他接讯的，除了号称说的是这个耶稣自传的这个讯息之外，他是所谓的这个阿南达，就是阿南达，你可以想象就像是欧林塞斯一样又是某一个高维的这个存在，然后他所传递透过这个 Tina， 然后所传递下来的这个部分。那这也是他传递下来的第一本书。然后你看他的副标题叫做人性 VS 这个神性然后与神交欢。那他的这个书名的原因，大家说这什么意思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就像我在上一场星际议会所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限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性跟佛性的存在，所以其实是男神跟女神互相相爱，然后在人世间呢不论是产生肉体上或者是心灵上面的这个互动，所以这难道不是神与神在进行这个交欢的这个动作吗？所以这本书是如此。那以及他开头就有谈到为什么他传讯的时候第一本书要谈这个，他说因为呢我们待会马上展开但是我先讲一点重点，就是事实上我们只是把它称之为性能量。那因为呢性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这个历史上以及所有主流社会会谈到有意无意的把它变成了一个像是禁忌的话题，或者是一个感到羞耻，或者是不应该谈到台面上面来谈的这个话题。那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它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能量呢遭受到阻塞。可是这个能量是什么？你把那个性拿掉，事实上它就是我们的源头能量，只是这个源头能量在我们的小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性器官还没有发达，那大家会发现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是每天早上起床兴高采烈的。那在那个还没有升学压力的小学的时候，是每天都很开心，很想赶快跑去跟学校去找同学，然后一起玩。小孩子有无穷的创意力，然后小孩子有无穷的那个强大的这个 energy， 每天都想跑出去玩。然后在这个游乐场上看到不同的小朋友，也会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玩啊？我们是如此的这个热情，然后而直接，这就是这个生命的力量。那只是呢到了我们生理的某种成熟，他书中所描述的，到我们10几岁的时候，特别有很多少女少男13、14岁，其实身体就已经成熟了。所以这股能量一样透过我们的脉轮系统，从根轮就是我们的海底轮，然后这样往上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所以它本身性能量的本身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源头能量，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源头能量，只是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以及文化背景当中，它逐一的被扼杀了，然后呢被冠上了禁忌，然后或者是羞愧的这个部分，所以也导致了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衰弱，然后跟这个衰退。好，那这个我们后续会这个展开来谈。
好，然后呢，另外2本参考书呢，就是我们也会用到，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常介绍的与神对话，这个背景我就不多说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的法则里面也提及了非常多有关于这个脉轮然后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这个借用这2本书里面的部分的内容。那为了不在这个说明的时候，我一下讲这本书讲那本书，所以我会尽量在每一张投影片的这个旁边我会打上这些书的这个mark 跟记号。那所以呢，您若是想要深究说，哎，这张投影片它的原文出处是哪里？那请大家去看这个可以倒带去看反正到时候我们这个录影都会放在网络上的，你可以去看它是上面的标记，它是从哪一本书里面出处所出来的。然后以及一样，因为今天呢是直播的线上分享，所以呢我们不会让大家打开麦克风来发问，所以请大家有问题的朋友都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然后留话。那么我们待会会在结束的时候呢这就是在这个中场休息或者是最后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来做这个Q&A 的这个回答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新伴侣的这个部分呢，我来分享一下，在过去疫情的这几年里面，那么大家比较有空就是可以通话被关在家里面，大家没有那么的匆忙，很多人在家里办公，因此就有很多的同学朋友，大家可以互相的这个聊天。那在我在光中心的工作里面，在这几年呢，我就发现大概呢所聊到天的或者是有一些困扰，然后来求助的朋友们，我就发现说大概有70%以上，甚至到80%，大概都跟亲密关系有关，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有关。OK， 好。为什么呢？我发现呢，不论是单身的或者是已婚的，各有各的烦恼。那单身的呢，包含了这种有找不到理想对象的，其实他个人感到很孤单，他也不是想要单身，但是就觉得奇怪了，现在的社会大家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像那么以前那么的积极然后主动的这个追求异性，然后大家也变得好像是不是比较慵懒了？但是呢，又有的时候会迫于大家都说，你30好几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大龄结婚已经不是什么28、29，以前还有部日剧叫做什么29拉警报，是不是之类的？现在是很多40 ，OK 好，然后都会被人家担心说，都会被长辈关心，你再不结婚你要生不出孩子啦，等等，所以大龄被逼要赶快结婚的这种压力的这种困扰，然后跟苦恼，但是呢，来求助的学生或朋友们又会觉得那种听起来又会觉得是。他们就是外在压力所逼，然后但是是不是真的很想以及应不应该要投入婚姻，其实他还是有疑虑的。再来就是呢，在婚姻当中，大家一定有听过所谓的热恋期或者是这个蜜月期。OK， 好，然后这个待会我们就会花一些篇幅谈到与神对话里面呢，跟这个与神交换里面谈到很多，其实我们在投入婚姻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出了一些问题。OK， 所以有的人其实是在一开始时就所嫁或所娶非人。OK， 因为好的亲密关系我相信有接触心灵的朋友，或者是听我们过去几年讲座的，其实都有提到，我们说我们在爱别人之前，我们要先好好的爱自己。所以我们在挑选适合自己的人之前，那你也得先了解自己啊。那很多人连自己都了解不清楚那可是可能很年轻20来岁，然后就这个婚嫁了所以有人是一开始投入婚姻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有问题了。可是呢，还有另外一种我觉得问题就更深的，就是当初也是恋爱结婚的，可是呢，过了保鲜期就是所谓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记得那个上面还有其实这个是个对句，听说上联还有什么琴棋书画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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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的。OK， 好，那经过了几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后，糟糕了产生疲乏跟这个磨损。OK， 然后呢，还有一个更明显的现象是什么？就是这个是我在跟一个外星老师就有关于外星讯息分享的这类的主题就是也是一些高维讯息，就像我上一堂的这个内容的这些讯息里面所谈及的派别的老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所谈及，就是说其实现在的特别是在光子时代，我们大家的进步都非常的快，你可能看一本书或者是听一场演讲，你的观念其实你的成长你就改变了。所以上个礼拜，不要说上个月的你，可能上个礼拜的你跟这个礼拜的你，其实你这个礼拜的你已经跟上个礼拜你其实不一样了。然后以及呢，当大家各自开始工作的时候，那
这个大家成长的步调开始变成不一样，你的三观、你的兴趣、你重心的不同，失去活力，交集变得少。然后开始觉得身心没有受到这个滋养了，然后彼此会觉得说你变了，你怎么不是当时我娶的或者是我嫁的那个人呢？我们今天在后面会用刚才前面提到的2位作者的这个亲身的故事，然后来跟各位朋友做这个分享。那但是问题来了，简单的说就是当时恋爱结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随着时间的这个磨损，它有时候不是7年哦，根据美国的统计哦，最常有的这个磨损，然后以及感到疲惫的期间是在第10年、第11年的这个时候。OK， 好，那再来，所以呢，这个然后最后一种类型的就是他在婚姻中已经觉得有问题了，但是他想要离开呢，离不开为什么？自己也非常的害怕，他可能有很多的纠结，包含有孩子的啦，然后有这个经济上面的压力啦，以及社会地位等等的这个部分，所以活得非常非常的不愉快。那我们如何在这样子不愉快的情况当中，我们还能够找到继续走下去的这个动力跟力量呢？然后所以包含在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样长保婚姻较长期的这个部分哈，然后怎么样拿回自己的力量，我们会放在后面来谈。好，那所以呢，我们刚才来看，那所以我们看一些，就先来对我先说一下，我们今天呢会在这3个主题上面，因为它互相有这样的连结，所以一个就是所谓的爱情，那一个就是所谓的婚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性能量的部分。然后往往这3者呢其实是互有联动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某一个环节谈一谈，然后之后再到另外一个环节，可是彼此呢它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要的其实始终都是爱的交流，特别是心灵爱的这个交流，一定是从心灵爱的交流，其实在扩展到这个肢体，然后再扩展到性能量，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源头能量的这个部分。好，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一开始呢，我很快的很快的就有些投影片，我今天就很快的过去，我想把重点放在后面，我们比较有展望跟希望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离婚比率到底有这个多高呢？好，这边有一份这个，因为我查台湾台湾的那个调查资料不多，近几年呢，好像只有南部的树德大学的两性研究所，它有一个针对400位住在南部的中年男女30几到40几到50的这个男女，做了才400人的这个问卷调查。好，然后调查他们的这个外遇的这个情况，那个数据大概呢是1/3，就3个1个，但是因为那个样本数以及人口是集中在南部，那这个数字我觉得没有非常高的这个准确性。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国外的这个统计的这个部分，然后在美国说高达70%，然后在香港呢说高达这个一半。OK， 好，那这个都还是问得到的哦。然后呢，在这个资料当中，然后他们心理学家然后统计，这心理学家统计大概发生的这种外遇现象，发生这个外遇现象，就是在固定的婚姻关系或亲密关系当中的外遇的这个对象，他们的外遇的这个调查大概就是除了这个生理上的这种外遇，那当然就是一回事，包含你去买春然后等等。那其实还有一种是所谓的这种类似精神外遇的这个范围，各国的这个调查统计标准不同。美国的刚才说的70%多，它包含这个精神层面的部分，但是据他们统计，精神层面的这个外遇大概只占10%几，好，然后到20%，那通常70%它都是有生理上面的这个外遇的部分。那通常呢，去询问心理学家统计，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亲密关系以外，到底说婚姻我们不是给予他非常多美好浪漫的这个幻想嘛？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历史上有多少的诗歌跟情歌啊？好，然后这些，而且就算我们一般去卡拉 OK 唱的通俗歌曲好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将近90%，OK，全部都跟爱情有关。然后它是多么大的动力。各位朋友，你也可以想想看，不管你现在几岁，你什么时候会想要吟诗作赋？除了要考联考之外的时候，就是你那种充满粉红色泡泡的时候。OK， 好，所以它是多么大的创作动力。更多的这些艺术家的故事跟电影，你会发现它也是完全怎么样，也是某一种的这种感情澎湃，而这种感情澎湃往往又通常是来自于爱情，所以我们赶快来看针对这爱情的解析好，但是我们赶快把这张投影片看完。
他们统计呢，后来会产生这个亲密关系的这个分道扬镳，或者是会产生外遇的这个情节，主要是什么？刚好就符合我们说的身心灵3个部分，它包含有在人生方向上面，就是所谓的那个三观不合，你想要怎么样，那我想要往那边，你想要往那这个。我想要这个快意人生哈，今朝有酒今朝醉，不行哈，我们要这个储蓄，我们要为下一代跟再下一代做好什么样的基础。然后我想要这个人生应该怎么过，他想要人生怎么过，开始走上不同的这个路线。再来是情感的连结，就是刚才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或者是夫妻伴侣的彼此为了工作，为了挣钱，OK，然后开始呢这个疏于这个心与心的这个交流跟联系，这个待会我们也会谈。最后呢是身体的接触，在他们的统计当中，其实每个人对肉体上面的这个性接触，但是我们今天会谈到，其实从灵性的角度来看，其实从我们用与神对话的观点来说好了，他说其实那个我们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性器官的接触或性器官的结合，它才是性接触。与神对话说，其实呢，待会我马上会用这个动画给大家看，其实一男一女。他们其实只要在一相逢的时候，甚至连同性都会发生，是什么呢？我们一碰面的同时，我们每个人其实随时随地都在散发能量，包含现在在听或者是看这场直播的朋友，你身上都在散发都一直在散发你的这个波动。所以当两个人碰面，彼此把注意力放在彼此的时候，甚至还没放在彼此的时候，你们只要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其实你们的 energy 就是你们的能量，其实已经开始互相交织了。那只是有的人会在某些情况，它产生更强烈的这个共鸣，而产生进一步的情感上面的交流，然后甚至性能量上面的交流。所以与神对话说，性能量的交流并不是我们大家所想象的一定要上床滚床单的时候才开始。其实，在你们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有注意到彼此，其实这个部分呢，就已经要展开了。好，所以呢，那性接触的部分它在于什么？在有的人他对这方面的需求是比较大的有的人就比较喜欢，有的人就是比较不喜欢。OK，所以会变成说，有的人他希望的这个频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后来就会导致所谓的夫妻，然后或者伴侣之间在这方面的这个不协调，因此就会产生有的人他所谓的外遇，他就是花钱去买等等，所以这都是大家产生外遇以及导致破裂的身心灵3方面的这个原因。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概目前的离婚率，港台目前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统计的方式呢，都是用这个两地的这个政府。然后他们的民政局台湾应该是内政部 ，OK， 好，然后的统计的数字，大家会发现台湾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有12万对在结婚的同时，有5万多对然后去登记离婚。然后同样的呢，在2019年的数据里面，其实香港也是在有这个2万1000对结婚的同时呢，4万4000对结婚的同时，有2万1000对去离婚。大家会发现两边的比例是差不多的，其实都在48%左右，而且现在又过了4、5年了，所以 OK 好，这个比例我们看起来似乎是慢慢的在攀升。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在这个我们来开始谈这个婚姻性能量的这个时候呢，在这几本书中呢，有一个非常美的比喻，他说这个婚姻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用这个创造真爱，就是刚才说的那位80几岁，是美国这个灵魂之爱的这个教母，这个 Daphne 他所说的这个部分，他说这个其实婚姻就像一个玻璃瓶，婚姻就像是一个玻璃容器。好，那这个玻璃容器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离婚数字这么高，他说以前我们去追究这个婚姻的这个历史。这个婚姻的历史呢，其实它不只是几百年，它甚至是上千年。可是呢，在他的这个研究里面发现，其实我们人类从上千年前还是原始部落的时候，那为什么就要有婚姻？那时候是这样的，是 A 部落跟 B 部落，可能 A 部落有150个人，然后 B 部落就50个人。那在古时候，那个我们人类其实它还没有这么多的什么社会制度跟这个一些组织化，所以我们只是比野生动物呢其实好一些。那我们永远都知道，狼群永远是大的狼群呢，这个比小的狼群呢有保障，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共抵御这个外侮。狮子来的时候呢，我们一起上我们都可以保住身家性命。所以婚姻的起源在以前的 A 部落跟 B 部落会彼此通婚，就我们家的女儿或我们族里的女人，然后嫁给你们的跟着你们去，然后你们呢的这个女人呢，然后等等就过来看是父系还是母系社会啦好，然后因此呢。
我们产生一种真的跟我们古时候去那个我们后来的朝代上面，我们去合藩的那些公主是一样的这个概念跟意思，就让我们两族呢，让我们两个部落变成一个共同的这个大的这个部落。那因此呢，这个婚姻有这个好处，以前没有那样子的概念，没有这个基因的这个概念，可是呢，它有实质上呢这个生活的这个必要跟结盟的这个需要，因此我们两个部落呢结盟起来变成一个200人更大的部落，那我们对生存下去的把握呢就更有这个胜算了。所以以前呢是为了生活所需，在后来呢，在慢慢的进化到农耕时代的时候，开始呢又有一种分工，叫做男耕，然后女织。OK， 男人力气比较大，所以出去呢打猎啦，或者是种田，好，不用打猎了，现在种田好了。啊，女人呢在家照顾了这个孩子。所以在他的研究里面说，在历史上面其实呢，那个年代都还不太有什么浪漫之爱。所以为什么在各个文明都发展的差不多？你看，包含这个西方欧洲的贵族，他会是因为这个权力，然后或者是门阀这个派系的这些需要，所以我们来进行通婚。所以那些婚姻呢，其实很多都是父母之言，然后媒妁之言。那一直到近代，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开始有所谓的这个性解放要 making love 不要 make war 就是我要做爱不要作战。OK， 好，然后开始呢，因为现在的这个一直到近代，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现在不太需要就是非得为了生存怎么样，虽然还是有 OK 好，但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其实开始怎么样？开始把浪漫的爱加入了进去，但是他们还是把它放在我们把婚姻比喻成一个玻璃花瓶的话，还是被放在这个玻璃花瓶这个里面。好，只是开始加入了以前所没有的的这个的这个浪漫爱的这个部分。那其实这样也维持了一段时间，可是为什么忽然间在近几年，在近10年，离婚率忽然间变得这么高？这个作者做了一个比喻，就是为什么大家拼命把这个玻璃瓶呢，这个摔碎，然后碎了这个满地呢？好，我们给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其实这个瓶子它不是维持了很多年嘛，而且这个瓶子呢，它事实上是各国政府 OK 发现呢，这个古今中外文明呢，其实都还蛮推崇的一个东西。大家一定有听过，没有国哪有家，对不对？可是呢，为什么以前都要屯田，然后都是要鼓励这个包含某一些地方的政府要鼓励年轻人留在我这个城市发展，然后结婚？为什么？因为有了这个家的这些稳固单位，它才能够维系这个社会，它是一个社会稳定蛮好的一个基石。OK， 所以从这个更大的社会角度来看，它也有它的这个功能的存在。可是为什么大家现在不要了呢？OK， 为什么会东西摔碎了满地？而且就像刚才所统计的，对，我刚才只讲了美国说外遇有70%，然后在他们的这个统计的话，在欧洲就是英法欧洲的统计里面，他们的这个外遇比例男性高达65%，就是3个有2个，连女性都高达48%、47%左右，所以将近2位1位，这个还是承认的包含还没有承认的这个部分。所以当一个制度我们以前的这个概念里面不论你在教堂发誓，或者你在谁面前发誓说婚姻的时候，那个交换婚约的誓词都是我一生一世怎么样会爱着对方，然后呢这个不离不弃 OK， 然后这个不论他是贫穷，不论他高或他低的时候怎么样我都会如此。可是为什么现在超过一半的人都把这些瓶子这个摔破了 OK，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有当一个制度呢有超过一半的人都在违背跟违规的时候，那到底是人性出了问题，还是这个制度出了问题？是不是这个制度比如说就是婚姻这个制度，它是不是过期了？它是不是不再符合的现代的需求？或者是我们应该为这个制度，以及用另外一种更高维的思维，然后重新去审视它。OK，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留下这个伏笔，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回答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就像刚才我说那个外星讯息所分享的，你可能听了一场演讲，然后你可能听了这个你可能看了一本书，其实你这个礼拜或你下个礼拜，其实你就改变了，你也再也往某个方向去成长了。然后呢，特别在这个时代，大家资讯这么多，进步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当你所以变成说你却需要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异性，不论你是女性，所以你的伴侣是男性，或你是男性，你的伴侣是女性，好，或哪怕或你是同性伴侣都好了，你却期待另外一个人他在身体
心灵这个心灵跟这个灵性上面都完全配合你的这个变化，OK，然后同步还要跟上你，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任务呢？OK，好，一定有人说这个听起来蛮难的，可是不对劲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啊。是的，这两个答案都对，好，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展开来的这个部分。现在这边留一个伏笔，请大家思索一下这个问题。好，那我依序再来展开。我们说了，我们今天会分享的包含这三个东西，然后这三个东西呢，它有一个共同核心的，我今天整个讲的这个主轴，它都会是从灵性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要的通通都是爱的交流，然后跟这个流动。好 OK， 好，那我们再逐一的这个展开。那首先呢，我想从这三个环节里面呢，其实从灵性角度来看，有一个东西是蛮大的这个动力，就是所谓的能量。我刚才已经说了，所以其实所谓的性能，所以所谓的这个性能量，你把那个性拿掉，它就是能量。然后它就是什么能量？它就是源头能量。OK，其实它就是你的这个源头能量，只是当你在十几岁身体成熟之后，这股能量，它会经过你的这个有关于生殖系统的脉轮等等，它会引发出来，然后变成你的某一种的动能。这个动能是什么呢？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在荧幕面前，然后询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同学或各位线上的朋友，你觉得你好色吗？然后你会承认你好色吗？我好色的意思是指说，你会承认你对异性很有兴趣吗？你会承认你会被异性所吸引吗？你会承认你就是你还蛮容易或你还蛮容易的，其实对那种不论是长相或条件很好的异性，然后多看一眼不论是帅哥或者是这个美女就看你对异性的部分，你承认吗？OK，一定有人说不会不会不会我没有 OK 好。然后对，像我以前就是打死不承认的为什么？因为以前呢那个从小呢这个家里管制的非常严，然后我以前念的那个从小念的那个私立学校，我们进校园的时候呢，男女是分边走进去的，那个校门很大，中间有喷水池，所以远远的从进校门，男生就要走这边，然后女生就要应该是男左女右吧，没记错的话，好，然后就是要分开的。然后呢，这个上课区域呢，这也是这个隔开的，然后男女不能这个互动。我们这个防线是非常严格的之外，还会被爸妈警告。OK，好，那就是不可以老师也会警告这个是不可以。所以我们正人君子呢，是绝对这个或模范生都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喜欢，我们不喜欢，我们不喜欢异性的，都要装得很纯洁跟圣洁的样子。OK，好，现在回想就觉得就有点荒谬。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他说其实也不会荒谬啦，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OK，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在中小学的时候，反正因为男女都分开嘛，我们只有倒垃圾的地方在同一个垃圾场，然后就有男同学托那个倒垃圾的值日生帮我传个纸条给隔壁班的女生，你只要交给他们那一班在倒垃圾的女生，然后手上面都有写，请他交给谁谁谁，这样就好了。好，那结果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真的这么做了，然后被这个学校的老师抓到就记了就被记了一两个大过。OK， 好，那是处罚的非常严。那我们再来问你第二个问题，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吗？假如你承认了，假如你承认说，对啊，其实我对异性是有这个这个是有被这个吸引的，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吗？好，我们来告诉大家，这个一的法则直接告诉你，他说，假如你不好色的话，那你就有问题了。好，假如你上面的答案都是否的话，上面第一题答案是否的话，那就有问题了。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呢，从灵性的角度来看，他说我们两性的本质其实本来就有极性，这个是本来就被放在我们的 DNA 里面的。好，大家可以不用看字，我直接做这个做这个说明。就是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分享里面，我们一直谈到所谓的灵魂蓝图的旅程，我们来人间这一个借假修真的这个过程里，一直到我们上周的这个分享，告诉大家说你是无限的这个存在我们灵魂蓝图的游戏或许可以不用玩的这么逼真了，你也可以较轻松的就让它怎么过去。那可是呢，在我们这个灵魂旅程的这个设定里面，它告诉你说，我们男女性彼此男女之间的这个吸引力、雌性相吸它根本是被放在我们在三维度的我们的人类的身体里面，它本来就被放进去的东西，很像太极里面的这个阴阳能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呢，这样子的吸引力，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催化剂，它是非常
会让你变成类似飞蛾扑火一样的自动的吸引力，然后让你去产生人世间的各种爱恨情仇之间的纠葛，然后跟关系。然后为什么？这才是这个是最好的促进你在地球上体验。好，为什么呢？因为各位朋友应该记得，我们这么多年下来分享与神对话，一直谈到关系是最好的修炼，然后特别是亲密关系。好，那因为那个因为它很吸引你啊，所以你会像飞蛾扑火一样奋不顾身的啊，上一段感情没得好，这一段还是勇敢的再跳进去啊，等等。所以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们去年或者是之前的这个灵魂蓝图的分享，都会提到，亲子关系它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因为他是我的爸爸或他是我的女儿，我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就不像一般的朋友一样。所以因此呢，不是冤家这个不聚头啊，所以我们要互相来做功课的许多人，他就化身成这个父子母女。另外一种最常有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亲密关系啊，因为你父母就一个，可是你这辈子交男朋友、女朋友，甚至伴侣，你是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对象跟机会。因为假如你体内没有被放进这种阴阳的这种吸引力的话，它会发生什么事？每个人从小出生我们家境还不错，或者是我个人清心寡欲，因此我一个人宅在家里面修炼了就好了。你不会去刚才说的那个形容词，如飞蛾扑火般的，自己会去去受到这样子的吸引，然后进入一段这个关系当中，不论你们是只是暧昧关系或者是有缘分成为更深入的这个交流，甚至成为伴侣好了同床共枕的伴侣好了等等，那这个都是提升你，然后以及让你进入这个修炼非常好的这个方式。所以呢，一的法则里面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催化剂，然后让你踏上你灵魂的这个旅程所以他说，爱情跟迷恋呢，在这个是原书里面的形容。他说，就像磁铁跟铁屑，个体只要注意到相仿极性的吸引力，便会寻求进一步的接触和探索，心智和情感就会开始处理这份催化剂，然后发展某个我们之后称为爱情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然后爱情会有什么好处？它会让你进入这个更亲密的这个环节，所以你们可能就会同居住在一起，结婚，或者是你们变成常常接触。那这个常常接触的时候，你们的不论是一起的这个生活里面，你的日常生活它就是非常好的催化剂，在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 OK 好，然后你就推动了你的个体的潜能，然后呢，向着投生前所选择的这个道路前进。OK， 好，这是他的这个说法。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这个就是与神交欢的书里面所谈的。他说，能量的源头就是爱，而爱的渴望就是创造美善跟丰盛。但是我们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每天的所思所行跟所言，那许多都阻碍了正能量的流动，因此让我们变得缺乏力量。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没有教导孩子跟教导我们，那其实我们的真正在人世间所追求的动力是什么？往往会变成说一些名啦、一些利啦，我要考好的学校啦，我要赚比较多的钱啦，我要有比较好的名声啦等等。可是那个是不是真正的创造？还是你只是在打一个安全牌，你在找一个让自己看起来还不错大家都是这样赚钱，然后我也是，然后我有一个还不错的收入跟不错的这个家庭等等。OK， 好，那他在提醒我们这个部分。然后呢，他说呢，请你将信心投注在力量的真正源头，这个源头是一股强大的能量，称之为孔达尼尼或气。虽然这股能量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名称 ，OK， 好，那但是呢，怎么样？但是呢，它就是一个它就是神的力量，好，它就是神的力量。OK， 好，所以这边是要告诉大家，所以性能量的本身大家不要一想到性能量就想要说就是做爱，就是什么什么，没有没有，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动力，然后跟这个就是很大的这个动能。OK， 好，我们它后面会持续的这个展开，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有多少的歌曲，多少的艺术品，然后因为爱，然后而去创作，而去被这个创作出来，会让你的这种这个诗人的这个浪漫之心会起来，因为那里面的那个爱的那个能量，它美好到让你无法用说的。OK， 所以我只好用唱的，我要想要把它流淌出来，或者我要用更美的这个文字，你会诗性大发等等等等。好，所以我们再来看，再进一步。所以亲密关系就是一般所谓的伴侣，他在身体跟心灵层面有着密切的这些交流。然后一般人会比较着眼在身体的亲密接触，但唯有心灵的交融能使我们体验到爱。
能使用体验到爱。所以从灵魂体验的角度来说，状似活在分裂中的灵魂，渴望合一的体验。异性相吸的亲密关系的渴望是一个健康的人会有的自然倾向。所以说自己对异性有好感，或者会被其所吸引。OK 你喜欢不论是长相好或条件好的这些异性等等，其实它是没有错的，它是没有错的。只是你看，我们既然会羞于这个承认我们人类的这个本质跟本性，你就可以知道传统的这个力量有多大。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创造真爱的这个作者Daphne 的研究里面，他甚至有提到，他说你知道以前古时候的社会它是怎么样？以前古时候的那个社会，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原始部落农耕之外，那时候人的寿命才30-40年呢。所以假如他10几岁，我们说他16、17岁就结婚好了，我说我爱你一辈子，好，至死方休，可能10几年就结束了。可是现在是多久啊？现在很多人是活90岁耶。好港台的平均寿命都有80几甚至到90以上的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就算你30岁结婚好了，那后面都还有60年的这个时间呢。所以至死方休，60年不是一段短的期间啊。OK 好，所以要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这个维系跟维持，这真的是我值得我们花点心思去探索的这个主题了。OK 好，再来来再加上我们现在不太需要什么的男耕女织的，在现代的社会里面，特别是已经发达到如港台地区这些的地区，那个女生的这个教育水准跟程度跟收入往往是不输男生的，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所以和平时期女生更容易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书等等，因此很多学历其实是优于男生的。OK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他们不再需要再依靠男人的时候，当他们也觉醒的时候，我们还是那个玻璃以前的那个刚才放的那个玻璃瓶很像一男一女。我以前对婚姻的想象里面就是你看我说这个大家一定会有那样的感觉。以前我们看童话故事，从此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不是就像我常形容说是很像2颗金沙巧克力，我们用作者的比喻，这一男一女好像2个人产生好感，然后在一起之后呢我们自己都会投射这样的理想状态不论是不是俊男美女至少王子碰到公主了，不管这个公主或王子长得帅或不帅等等，不管 OK 理想美好的爱情就应该2个人从此以后长相厮守，然后呢他们就应该要结婚就被丢进了婚姻的那个玻璃瓶里面，然后从此呢这2颗球球呢在这个玻璃瓶里面一辈子不要出来，不可以摔碎然后这个玻璃瓶。同时这个玻璃瓶上面呢还会被贴上了很多没有言语的这个标签，包含刚才所说的要一生一世的爱，OK 包含要保障彼此的生命跟生活所需，包含应该要结婚之后就应该要生子，然后最好还生个2个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你要顺便包含照顾我的这些公婆，然后你要兼我的这个帮我生孩子，顺便兼任保姆，帮忙照顾我的这个爸爸妈妈。然后女生对男生的期望包含你要当我的这个保镖然后当我的提款机然后兼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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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其实在社会的这个集体的这个意识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通通在这个里面。OK 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婚姻要面临的挑战。然后我们这个待会用投影片秀出来，我们先把这部分看完。他说这种关系是神圣的，所以其实灵修之人是不用单身的。亲密关系尤其是身体的亲密接触，有助于伴侣双方敞开自己的内心，达到爱的交融，并且能够疗愈过去的创伤。身体的碰触和拥抱能够增进爱的交融只是这个与神交换有提到不只限于亲密关系，它不是一男一女谈恋爱的那种关系才是你看那个孩子啦亲子之间的这个拥抱啦，OK 甚至朋友像以前我们的这个比赛，不论是球队比赛或者是某些社团的组队的比赛当我们在获胜或冠军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心灵圈里面在做这些心灵交流或心灵疗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惯性也是结束前大家来一个集体的这个拥抱或个别的这个拥抱，交流一下彼此的这个能量，它都能够促进这个爱的交融。其实它本来应该可以是很自然的东西，只是呢因为某些原因被砍掉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在这个与神对话里面所提及的这种爱的能量的这个交流，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书中里面与神对话其实最很美的一个比喻，被喻之为说他所形容过的这个因为爱而产生性，然后
进而呢产生出爱的结晶，生出孩子来的这个过程它在能量上的表述呢，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动画我们借用这个过去1年很红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芭比娃娃 ，OK 好这个芭比这部电影的男女主角那《与神对话》里面呢，他说男的叫 Tom， 然后女的叫 Mary， 他说呢，当彼此靠近，当他们两个呢出现在这个同一个空间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像刚才所说的，各位朋友，我们随时随地身上都在散发我们的这个电磁波跟我们的能量从我们的心轮出来。不管你有没有，不管只要你活着你只要在那走动，你就在散发这样子的频率。OK， 好，那特别是当你这个想要交一个男女朋友的时候 ，OK， 好，然后对你这个电波其实会特别的这个强大。好，那他说呢，假如你们两个够幸运你们可能在某一个 party 里面在某一个餐厅里面，两个人呢散发的这个能量当中产生了某一种的这个交流，就是所谓的来电了。我的电波击中了你的电波击中了我，不用全部共振，只要有一个部分，其实某一个波长其实共振到了。他说呢，这时候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就像与神对话中说的，你们还不用性器官的接触，你们就开始进行能量交流。然后当 A 跟 B 刚才说的 Tom 跟 Mary 碰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第三单位，我们暂时称之为汤玛利，就是因为它是两个人然后所结合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磁场，当这两个人交流的那个中间，那这个磁场呢，它有趣在什么地方？产生了这个磁场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第三单位，不是只有两个人吗？那这个第三单位会发生什么事情？会随着你们两个人的互动，不论你是因为思念，你只是运用你的念头，或者是我们彼此交换礼物。OK， 或者是我们彼此呢再去这个，我们出去约个会我们去看场电影，我们去喝个酒，我们去怎么样？随着这样子的互动的过程里面，其实呢，你就在把这个第三单位在这汤玛利的能量养大了。那这个汤玛利很有趣，它会让你产生粉红色的这个泡泡，然后它会怎么样？它会变成一股拉力，也更把你们两个人往前拉。其实这时候你可能未必。就是你们才刚认识嘛，你未必真的了解 Tom 也未必真的了解 Mary， 但是呢，这个磁场它非常有趣，它会形成一个拉力，自动的也把你们两个人向往前拉。所以与神对话说，假如你们够幸运的话，你们当中没有某一些人为的这些阻隔例如说两个刚好都单身，不会说两个有一个人结婚了，或者有一个人就住在很远的地方，他只是今天在这边出现一下下，他下个小时他就不在这里了等等，你们有机会继续的互动。然后继续的去养大这个汤玛利的这个能量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你们两个人在这个情感上面，在这个能量上面的投注会越来越多。OK， 然后最后会非常非常的浓烈，然后这个浓烈的程度会变成他形容说，这真的叫所谓的这个欲火中烧，你会非常想跟对方怎么样三合一，三个合成一体。然后与神对话的描述就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那个阴阳的器官都造好啦，所以假如在顺利的情况之下，你们就会产生自然而然的其实就会产生什么？他说就像海浪的那种波动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性器官的这个结合的，就是所谓做爱的这个过程。他说这是幸运的话，其实它的过程其实原来应该是如此的。然后，假如在随着生殖细胞的这个变化，汤玛利就被生出来啦。所以孩子被称之为是父母的这个爱的结晶血中血肉中肉，其实的确就是如此。好，那与神对话的这个作者形容说，哇，这是我听过所谓在这方面的形容就是很美的一个部分，完全没有什么肮脏不神圣的部分，因为就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做了这样子的能量的这个的这个互动。好，可是为什么这样看起来很美好的过程，可是在现在会变成如此呢？很多夫妻变成所谓的无性夫妻，然后以及很多的以及会有人在这样的连接之后，还想再去跟别人连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与神交换说，你真正在体验的其实是你的灵性，而不是你的身体。真正使你感到爱与满足的，其实是心灵能量的交融。你以为你想与另一个身体结合，其实你真正想体验的是心灵的合一。这个意思是说，刚才汤玛利的这个结合 ，OK， 汤跟玛丽的这个结合，其实它是借由身体是你表达的一个工具，就好像我们在人世间，
我们要借由这个身份啊，我是谁的爸爸，我是谁的儿子，那我是谁的这个伴侣等等，我要借由我的这个身份，我的这个肉身的这个工具，去表达出我的慈悲、我的关爱、我的什么什么东西等等。好，3D 的三维的地球它就是这样，要透过肉身，不像大家看的一些书都有说5维、6维等等的地方，他们已经连肉身都没有了，纯粹就是这个能量体。OK， 好，可是我们肉身有肉身的好处待会会讲到，所以在这个的过程里面，其实肉身它本来是我们很好的心灵能量的这个交融，所以后面会谈到，你知道吗？他们这些高维的灵性体，他们最羡慕的是什么？他们最羡慕的是，他说，就好像在新时代有一个讯息叫做蓝木沙，那他的书名叫做百宝书。那他说他曾经在当过人士的过程里面，他曾经是在古时候的伟大的这些战士。然后他说呢，他现在已经没有肉身了，但他传递讯息来的时候，他说：哇，我最怀念的就是在地球的时候的肉身，我可以在这个打完仗以后，跟我的兄弟们高举这个葡萄美酒，然后咕噜咕噜咕噜的那个葡萄美酒的刷过我的这个喉咙，那种感觉都好，这个非常让他的这个怀念，在没有肉身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品尝这些这个美酒佳肴。结果呢，在这讯息里面谈了一样的东西，他说就是在与神交换里面的这个安南达，他说他们从高维的角度来看，然后你知道吗？他说你们可以好好的拥抱一个人，甚至好好的温柔去抚摸另外一个人的身体皮肤，哪怕握手都好。他说这是非常美妙的感觉。他说这个，而且在彼此的抚摸的过程里面，其实会产出火花的，会从你身上的这个愉悦感跟这个能量，其实是会产生出火花的。他们在更高维的世界里面看到的是这个火花，他们往往会被这个火花所吸引。他说他们不是要偷窥，而是那个他们很怀念的这种感觉。所以他说有很多在人世结束在地球生命的人，他们会其实就会最怀念的，其实会是这些感受。他说可是地球人很奇怪，特别在某些文化跟国家里面，为什么你们不趁在世的时候，好好的多去抱抱你的这个亲友呢 ？OK， 好，然后这是他们的这个分享。所以我们是肉身，其实就像刚才汤玛丽所说的，它事实上是一个爱的能量的交流。那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做这个部分，不论你是拥抱，或者是更深度的到这个性器官的这些接触等等。OK，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所以呢，人们往往认为性是属于身体的欲望，这种观点造成了社会两极化的现象，就是节欲跟纵欲。好，因为接下来几张投影片都谈类似的概念，我直接先说，好，这个呢，他说，因为呢，所谓的这个纵欲是什么？他说我们会被很多的现在的这些色情产业，然后因为学校不教嘛，然后都是让年轻的孩子怎么样？年轻孩子自己摸索像我那个年代，爸妈也是不教的所以呢，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多的这些网络等等，就会这个男生们就会聚集去看所谓的哇，有的是描述的这些黄色小说或者有同学，我记得班上有同学，他的爸爸是这个航空这个就是驾飞机的飞行员，OK， 所以从国外带了一些什么 Playboy 那些杂志好，那这个我刚好就是当那个班长。所以老师又叫我去搜大家的书包，搜出来，哇，那个有同学带色情杂志，哇，这是大罪 ，OK。可是后来才发现说，哇，好多同学这个私下呢，这个非常喜爱这样的东西，然后大家还造成这个传阅的这些现象等等。所以他在不教导的情况之下，那这股能量又是如此的强大，特别你在青春期的时候，它是如此的强大的这个能量的动力，然后造成什么？造成孩子所学习到的，从这些黄色书刊，特别是现在的影像化的这些时代里面，他看到其实是对彼此身体不见得是很尊重的，它就是一个发泄，它就是一个感觉的发泄，它就是一个欲望的肉体的这个发泄而已，它就没有达到我们待会会强调的，从脉轮学来看，它要达到心轮爱的这些交流的流动，这才是关键。然后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则是在宗教灵修圈里面，它普遍有的现象，很多的宗教都知道，你必须要节欲，必须很多地方的宗教里面，这修行人是不能结婚的，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怎么样的。他说，造成了觉得这个能量是太邪恶，这能量其实是会害我入魔，这个能量是不神圣的，会让我变成不神圣，而没有办法造成我这一生完成我此生的这个功课。
刚才上述所有的这4本书，通通告诉大家说，不，这不是正确的观念。它刚好一个是放纵在肉欲上，另外一个是完全阻断这个能量，都会导致自己后者导致自己考木死灰 ，OK， 断绝这个生命的动能。然后在这个纵欲的那个部分，则是你会不断的要去纵欲，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说，其实你要的是心灵能量的这个交流。可是当你在这个循环或者说交换的过程里面，你并没有打开你的心轮，你只是去找一个花钱找一个，或者是大家就一夜情，我们也不认识，只是你觉得身体想要抒发一下，我也抒发一下，好，那其实彼此的心没有打开的情况之下，只是想让器官然后做某一点的这些刺激，一定会稍微爽一下。他说，可是之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累。而且你因为没有吃到你要的那个能量，所以除了累之外，你就会觉得我还要找更多，因为你没有被吃饱。那你真正的填饱了这个爱的这个能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过程中彼此是可以充电的，而且你会发现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甚至连饭都不太用吃，因为能量已经被充饱了。OK，他说，可是现在我们并没有教孩子这么做，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们一直在虚耗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动能，甚至包含什么包含造成有啦，与神对话有说，对啦，你可以 DIY 自我安慰了，好了，这至少对人无害。OK， 好，那但是很可惜，本来这个能量就像刚才所说的，它可以疗愈深层的这些伤痛，然后它可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说你正是透过你的性能量与创造力连接宇宙的生命根源。OK， 好，好，好，与神对话说，享受性当然是可以的，性的无邪和欢愉、好玩、喜悦，但是不要用权力或隐瞒的目的用它，也不要自我夸耀或利用这个东西来宰制别人。好，我用性来压制你，或我用我的权力，然后来要求你给我这样子的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是彼此尊重、给予和分享。OK， 好，然后他有提到。我们这一物种的自然顺序是性在9到14岁间就开始萌芽，现在很多小女生小学4年级这个生理期就要来了等等，男生有时候慢一点，大概也在12到14岁之间，然后15岁以后，孩子拼命向前，想要开始对异性产生好感、兴趣以及自然的荷尔蒙想要靠近，可是父母却阻止他说父母先天处于先天弱势，因为他们要孩子不去靠近的这个事情，它这是天性中的事情，他们是逆天而行。OK， 好刚才说的性尴尬、性压抑、性羞愧，好，这个我们很快就过去。那所以与神对话说，其实那个我们是3合一的生命，我们有身心灵3者。当我们从所有的3部分，就是当你跟你交换的对象，你们是身体、心理、灵性上面3个部分，7个中心，就7个脉轮，共同产生反应的时候，你们就会体会到所谓的这个高峰经验。等一下，这跟大家所谓的性高潮还不太一样哦。OK， 好，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他说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部分？他说，当你不是全部，他玩一个谐音梗，不是后的时候，你们就变成 unholy， 就是不神圣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那就像下面我们看我滑鼠点的这个地方，不论你们做什么性行为好了，吃早饭、工作或到海边漫步、跳绳或读一本好书，不论你做什么，你都应该要用整个人投入去做，因为你们是整个的人。所以他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 unholy， 就是你做的时候，其实你在交换的过程里面，你并没有用你的全身心去。所以当你只是去买春，当你只是很草率的一夜情的时候，你其实甚至在另外一本书里面就提及，他就说你只是第一脉轮第一脉轮就是根轮跟对方有性器官的接触，然后接着打开第5脉轮喉轮，OK 好，可是中间是空的。OK， 这就是 unholy 的部分。所以，假如你是跟对方，其实假如是这个情投意合的话，它这个就是神圣的，这就是透过你的肉身，那来表达爱的这个部分。只是我们历史上加了很多东西要是处女啦，然后呢这个婚前就不行了，你在真心下也不行了，一定要等到这个有婚约，甚至还要怎么样。我们加了非常多的条件，甚至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假如你不是为了生育孩子而产生性行为，只是把它当做游戏跟娱乐，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好，这是被宗教所不允许的这些事情。OK， 他说这个就是非常的这个压抑人性。好，好，性能量是精神能量在物质方面的一个美丽的表达。好。那一的法则有提及啦，他说其实这个阴阳能量被设计的时候有点像这样，
就是女性她比较感性，然后她比较这个温柔，然后男性是比较像是一股推动的这个力量，所以本来借由阴阳的能量的这些交流，男性可以把它比较你说比较阳刚、比较有的这个动力的部分给予女性给予阴性能量，那阴性能量的部分呢，它则把它的这个温柔，然后以及和谐平静的能量给予男生，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阴阳的调和的过程里面，其实会让彼此成为一个更中性，然后能量更平衡的人，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达到互相滋养，然后跟促进彼此的这个部分可是我们现在不行，OK 好，然后生之与神对话中说没有他说有没有太多性这回事尼尔作者在问的，然后神的回答说没有，但确实有对性有太多需求这回事为什么？就是说就好像你吃东西是对的，可是你吃太多那这个都不好，所以任何事情其实过度其实通通都不好，这我们后面再来谈。所以在这边性能量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先进到关系里面，然后最后的结论时再回来。所以其实这股生命源头的能量在我们睡觉的过程里面，其实你的灵魂出去，大家一定有听过那个说法，你醒着的时候其实才是在梦境里面，当你睡着的时候，灵魂才是回到它，才是去到它这个清醒的地方。所以其实是你在睡梦过程当中，睡觉过程当中，然后你的灵魂去补充了从大我那边，从更高维度那边去补充了那个能量，然后进到你的这个肉身来。所以为什么男性在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健康的状况底下，以及除非你是熬夜没睡好，否则你自然的在你的下面的这个脉轮的部分，男生会出现一种亢奋的这个状态，而且是自然而然的这样子的这个状态所以泌尿科医生常常就跟男生说那个都担心自己什么有问题泌尿系统有问题，他都会叫你说你先好好回去睡个2天不要熬夜，然后好好睡好，然后睡足这个时数，那看看假如还没有反应睡醒还没有反应，那就真的有问题了，否则通常就只是太累没有休息好，那只要睡饱了起床这个下半身有反应，那就代表那你这个身体还是健康的不用太担心 OK 好，所以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欲望是那个能量在补进来的时候，它就是从我们的海底轮然后上来到各个的这个脉轮处，它其实就是生命动了，它其实就是生命动了，只是因为它在经过性器官的这个时候，那它也是我们在性活动的时候带动我们的这个能量。然后他说性高潮很可能是人类能够经验到造物主的时刻，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物质肉身里面，你要有那个合一的高峰经验里面，得透过像这样子的过程，才比较有办法跟对方高度融合啦。但是这理想状态是身心都高度融合，待会我们会谈到，其实你在精神上的高度融合也不是不行，然后甚至透过自己跟自己的这个融合 OK 好，所以性活动是肉身载具的泉源，也常常是灵感的果树，它可以疗愈痛苦，即使是很深的痛苦，所以在健康的性活动中，彼此的情谊与互动能量并行，才能朝向无限全然的光，所以那个能量可以往上一直拉到你的第6、第7这个脉轮，所以在灵性圈里面的什么孔达尼你的一些修炼部分，有的时候想透过这样子来 OK， 那大家一定有听过所谓宗教里面的这个双修，它的目的本来也是想要透过这样子，可是后来我们去查那个典籍，其实在道家跟密宗的修炼里面，特别是道家的修炼里面，他们其实有的时候是不透过肉身的，就是说他们很像是精气神的这个交缠 OK， 然后会形成一种所谓的这种对练的这样子的男神跟女神的这种的这种修炼。好了，因为大家我没有太深的这个的研究才刚开始研究而已，所以今天就不特别展开谈，只是我们要谈到说它的目的其实是可以把这股生命能量其实往上导引 OK， 然后这个到达更高的这个频率的这个状态 OK， 然后或是你的这个高振，或是你的这个高振频，那只是后来在某一些修行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法门可能走火入魔了，或者是因为他用肉身的结合去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就会造成那个有时候是肉身的这个欲望，以及你自己的那个不够的时候然后就会造成被扭曲误用了 OK 好，那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所以再拉回来这边跟我们在谈情感跟疗愈的时候一样脉轮系统我们就
不特别的展开，只秀这张图给大家看。我们依序从海底轮有这种对安全感、对自我尊重、他人的尊重，以及跟自信心啊，我跟他人比，以及能够跟他人平等合作的部分，我没有比他人强，也没有比别人好的这个信心的部分，以及到爱的情感的交流，在第4脉轮心轮的位置 ，OK， 到第5脉轮的这个表达，然后第6脉轮左右脑的这个平衡、理性跟感性，好，然后到这个第7脉轮天人之间的关系，第7脉轮往往是你下面6个脉轮的总和，代表你对你的人生观。然后你对宇宙跟人的这个看法，大家都知道这个脉轮的系统，所以呢，在这几本书里面都谈及了，在情感上面，在我们的情感上面跟我们的性能量上面，它有的这个问题是什么？他刚才所强调的，我们至少你要找到这个伴侣呢，你至少要在这个心轮上面其实是有这个爱跟情感的这个交流的，否则你找到只是下面3轮共振的伴侣呢，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给大家看一下。OK， 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脉轮课里面，我用几张比较可爱的图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脉轮课时常会说的，有一种就是妈宝，常常出现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有没有？就是明明是富家公子，可能已经20几岁了，然后他故意要穿着一个像小孩子的那个周星驰都会这样安排那个吊带裤，好，然后呢，这种呈现得出一种那种巨婴的那样子的这个现象，动不动然后就喊妈妈，然后但是平常呢又很有自信心，又觉得自己了不起，可是只要别人一说怎么样，哎呦他就妈 ，OK 好，那个脆弱面就展现出来了。这就是标准的在所谓的第2脉轮，就是我自己到底要什么，我并不知道，因为从小被照顾得太好了，也被管制，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只能做这个范围里面的东西，所以他往往在第2脉轮的这个不足，甚至有时候自信心也会呈现某一种的过度。我家很有钱啊，对啊，我家就很有钱啊，怎么样 ？OK， 但是事实上呢，这并不是一个平衡的人，所以还有呢，这样不平衡的人呢，我只是举例 ，OK， 还有所谓的这种脑残粉，大家一定有听过，说什么有人为了追什么某某明星啊，家产也不要啦，叫他的老父亲啊变卖什么东西，他爱那个明星胜过自己，其实某种程度他跟黑道也有点像。为什么他要加入某个团体？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就是第2脉轮里面，他并没有找到这个我是谁，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所以他对自己的自尊自重是不知道的，因此他要附加在某一个团体或组织里面，我要么附加在某某明星的粉丝团里面，我附加在某一个这个黑帮组织里面，我是里面的一员。你试着在找到自己的定位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其实就危险了。所以它变成在恋爱里面也会发生对，那往往在这个过程里面，脑残就是连这个左脑运作也不太好，也分别不清楚这个轻重，或者是所谓的控制狂。一讲到控制狂一样，它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控制与被控制狂，你想要压制别人、掌控别人，以及另外一个人是习惯于被掌控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OK， 那我需要被另外一个人掌控，我好像才有安全感。因为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人，虽然他偶尔会打我、虐待我一下，但是呢，至少我是他的人，他是会照顾我的。好，那我们不展开说，但是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往往我们在不论是在谈恋爱或者是在性能量交流的过程里面，你找到这样子的这个对象的时候，往往它会形成什么？我们用国外的这张图，其实我觉得他写的没有完全正确，但是他表达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概念。OK， 你看他说这7个不同的脉轮的能量交流会发生什么事一男一女这个磁力相吸了。可是呢，假如当你们交流的不是心轮，而是其他轮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第一脉轮的交流 ，You take care of me 你要照顾我，有安全感要照顾我。然后第2脉轮刚才说的那个，大家马上就联想到那个格雷的50道阴影，就是控制与被控制狂的那个部分。所以你要跟我有这个性行为，因为刚好这个性器官也在这个刚好就在1、2脉轮这边，然后告诉我该怎么做，因为我不知道人生方向，所以我要你告诉我。所以有时候你的吸引力是跟共振的地方在这里，所以他也在谈到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会产生某种依恋的感觉，然后甚至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了。OK， 怎么会爱他超过你自己呢？你会说这是伟大的爱情 ，OK 因为我是情圣，所以我爱他爱得不得了，我是情痴这个各位朋友很现实的，这些灵性书籍告诉你不好，这是某一种的这个迷恋，而且往往都是因为你自己的脉轮有了缺陷，然后你的这个缺陷呢，
明明这个缺陷本来是你自己的功课，你自己应该去把它补起来的。例如说自信心不足，然后我不尊重我自己，可是这就是灵魂蓝图的有趣之处。所以呢，你会被另外一个那个地方强势的人所控制。当你这边过弱的时候，因此你会飞蛾扑火般的被吸引过去。那因此，当他要远离你的时候，你觉得你像完美的这个拼图被卡住，离开的时候你会觉得痛不欲生，像要把你的肉撕下来一样。可是事实上，这个与神交换的讯息写得很好，他说，可是明明那个功课就是那个缺乏的人他自己要补起来的，那可是他却投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满足他，因此没有他的时候，天哪，我活不下去了。然后你告诉大家说，这是爱，这是伟大而强烈的爱，爱到我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所以这个也是灵魂安排的这个地方，他要借由让你这样子的吸引跟痛苦，该醒过来了吧。所以假如你老是碰到这样的恋爱，痛不欲生，没有他你活不下去，各位朋友，他告诉你，这一定是有这个你自己功课上面的问题。然后心轮是爱我，然后喉轮是要说出来你爱我等等啊。我觉得上面这几个轮，我觉得没有很准确，只是他描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让大家看一下。OK， 好，所以格雷的50道阴影，好，然后这个控制与被控制狂。可是呢，这个也就是我们再从性能量带到情感的部分来看。他说，当一个心灵及想法不健康时，或者说处在贫乏或低振动频率状态时，这样的心灵会执着于另一人的心灵和以太体。以太体简单的说就是在我们人外面的这个经纬的这个能量。OK， 那在灵性课程里面，我们都会说，我们人在外在，我们还有几层的这个经纬的能量在外面。就想象在看得到的眼睛看不到的这个肉体以外的外层，你还有其他更精细的这个能量的部分。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单方面的，也可能是双方面的。好，所以就所谓的心理学上所谓的互依存，我没有你我活不下去，然后另外一方也是一样，刚好两个人互相有动，有缺点，有像拼图缺角一样，然后扣死在一起。OK， 好，所以当这些能量锁或称之为能量绳纠结在一起时，有匮乏想法的情绪体就会有思念或需要一个人的感觉。很多时候这些经验并不是爱，而是匮乏。你错把匮乏当成爱，因此这种能量的交流会导致许多困境，也是许多痛苦或焦虑出现的原因。好，刚才我们已经用白话口语比较说了这个部分。感到贫乏的一方呼求自己想要之物，但此物实际上是呼求的人需要在自身发展的部分，因此向外呼求的做法加重了自身的匮乏感，并会生出害怕失去的感觉，有没有？所以你苦苦哀求不要离开我，这实在是好。所以到底怎么样的两个灵魂相遇才是好的呢？我们先跳过这个部分，我们给大家先讲了这么多理论了，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这个故事。OK， 好，这个是很有名的世界有名的这个这个故事。好，就是这个叫做 Big O。在台湾我记得有风行过一阵子，有一本书叫做这个感恩树。好，这感恩树，一个小男孩跟一个苹果树的这个故事。然后这个作者呢就是画面上的这位Silverstein。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喜欢他这个书，然后我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带着书，想说我要去找这个作者签名，因为我知道他就住在纽约的这个 Uptown 上层那边。结果没想到到那边念语言学校的时候，第一学期念语言学校的时候，我就问美国同学跟美国老师说，听说他住在这个曼哈顿，我可不可以去找他签名？结果他们告诉我说，他3-4个月前已经走掉了，刚好去世了。OK， 好，那他的另外一本呢，除了感恩树之外，另外一本的书呢叫做失落的一角会见大圆满。时间的关系，我把它50几张图浓缩成5-6张。简单的说呢，就是呢有一个就是黄色的，这个是我们的主角，他是一个尖尖的一个三角形。然后呢，他一直很希望找到一个人可以带着他滚，因为他自己是尖尖的，自己滚不动，不太会滚滚不动嘛。然后呢，因此他就很想要找一个能够带着他滚动的人。这是一个寓言象征的比喻故事。OK， 好，各位朋友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有的人虽然能够跟他契合某一部分，可是没有办法带着他前进成长。然后有的人呢，则是不太吻合，好像太小了一些，没有办法带他滚动。有的人则是一次呢这个fit 太多人，配合太多人，也不太对。那有的呢，则是他身上的这个缺角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两个也没办法组成一个圆满的圆。
然后呢，终于这个皇天这个找到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有找到一个能够符合他的人了。经过了好几次之后，那但是呢，他们滚着滚着，有一天他忽然间发现怎么又卡住了。原来呢，我们的这个三角，我们这失落的这个黄色三角，它长大了，它变成凸出来了，因此变成他们在滚的时候也很痛苦，会咔啦咔啦的又滚不顺畅了。所以这时候呢，他一个人在那边很失望。可是呢，因此他就只好放另外一方走嘛。那这张图是什么？那他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那边之后，一段时间，他终于有一天忽然间发现了，哎，有一个圆球滚过来的，然后这个人滚得好好哦，然后这失落的一角说，哎，你滚得好好，我可不可以跟着你一起滚？你可不可以带着我滚？然后这个 Big O 就这个圆球说，我不需要你啊，我干嘛带着你这个滚呢？我自己就可以滚得很好啊。然后可是三角形还是这个失落的一角还是恳求他，然后这个 Big O 就跟他说，那你不用靠我啊，你就可以自己试着滚滚看啊。好，然后 Big O 就不理他，就滚走了。然后呢，这个小三角又在那边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想想这样做着也不是办法，所以他就开始试着自己慢慢的滚动自己的脚。OK，然后慢慢的那个脚呢变得比较圆了，它变成了一个椭圆形，然后再继续滚着滚着，终于有一天呢，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圆了，然后终于他可以赶上之前的那个大圆满的这个 Big O 了。好，各位朋友们发现这个很美丽的故事，其实在告诉大家什么？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他就是在告诉大家，其实那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关系的这个部分。其实那个圆满呢是可以是你自己要先圆满。OK， 好，你自己可以让自己圆满，否则你想要靠另外一个人圆满，你们的关系在一开始时就注定了这个痛苦。你一定要先找回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待会后面的许多投影片跟许多的准则，你会发现都很像。他会告诉你，包含你们两个要生孩子之前，你挑选的伴侣以及你们两个最好的身心状态，都是一个爱自己的人，然后清楚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你们再去生孩子。他说这会改变我们很多目前离婚的这样子的现象，然后跟这个状况的。OK， 好，对，我每次都先预告一下。好，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心灵漏洞之前，最后再讲一下。他说，如果两个灵魂彼此了解，而且都爱护自己，同时对于自己的选择感到健康和快乐，那么他们在能量层次上的体验就会有所不同。此时他们的灵气会从他们本自具足的完整生命中放射出能量，通常是由一个人的爱所散发出来的。就是说，你们是真的从心轮，然后散发出来，彼此交流。这时候不管你们有没有肉身，就是你们有没有做性器官的结合，其实那都是非常美好美妙的。书中所提及的，包含我自己亲身经验的。你看，就像我刚才形容的，以及我们今天最后会建议大家，目前在新社会当中、新的时代当中，很多不同的爱的关系的形式，它一样能够满足你的这个爱的交流，但它不是夫妻 ，OK， 甚至也不是亲密伴侣这个就是创造真爱它里面这个最精华跟重要的这个部分。你看有的时候是两个朋友之间，就像我刚才形容的，我们在社团活动的时候，我们组队，然后去参加比赛，或者是组队完成一件什么杰作，我们共同奋斗了好几个月，然后所以那种大家团队，然后好几颗星融成一颗星，或两三颗星融成一颗星的那个部分，在我们完成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感动的。所以那时候你光跟朋友的交流，哪怕你们不是亲密伴侣 ，OK， 你们不会上床滚床单的。你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这个愉悦，而且得到心灵那个爱的那个滋养。对，所以我也曾经跟不是自己的男朋友，不是，对，我是直男 ，OK， 好，就是曾经跟这个不是自己女朋友或伴侣的朋友们，我们可能聊天聊得非常愉快，也可能我们相见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我们只是带着一份爱，顶多带了一个小礼物，我们想要祝对方生日快乐，或者是我们想要就看看对方好不好，你就是非常纯粹、很无私的这个爱的过程，对方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们是完全打开你们的心轮，在交流的过程里，哇，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愉悦的，正频会非常非常的高。我的形容是，这就好像喝了一杯对啊，我平常没有很喜欢喝酒 ，OK 好，但是就是会让你醉了的那样子的感觉 ，OK 像恋爱一样子那样子的感觉，其实非常非常愉悦的。所以其实心轮的交流这才是关键我一再强调。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位平滑的人，你会有一种疲惫的感觉，你会觉得逐渐后退，在直觉的层次上，你会觉得你跟对方的交往带给你一种疲惫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很舒服。
在我们私下的分享当中，或者说在类似的主题的其他场次分享当中，的确就有很多朋友谈到，包含从我们刚才谈的身体上的交流的过程里面，交了个男朋友啊，每次跟他一有亲密关系，不论是肉体上的或者是近距离的这个思想上的交流，交完了都好累哦。好累的好几年。OK，好，为什么？这就跟我们在谈能量课或疗愈课的时候说，有时候对方是在跟你倒垃圾，对方实在是有非常多的这些负能量，所以在这过程里，你没有把自己防护好的过程，你要一直补能量给对方。或者是对方就一直想要从你身上拿这个能量这个过去，所以非常非常的疲惫，然后而不舒服。所以假如反之，当你遇到一个跟你能量相近的人，对方也觉得你跟他相似时，这种能量的散发，你看到与神交换的形容，就像在春季的第一天躺在阳光下的感觉一般，其中没有所谓的夺取，只有一种温柔的能量散发，令你感觉非常的美好。好，这个不限于亲密伴侣哦。OK，好，呃，对，我先讲一下好了，否则大家可能会没有耐心听到。就是其实我们从友谊或者是其他的情感当中，其实一样可以补充这个爱的这个能量，只是我们目前由于在社会上面，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个隔阂，我们把自己爱做了一个自己的阉割。我们待会会再拿那个玻璃瓶回来谈。因为在这个玻璃瓶这个婚姻制度底下，我们会觉得我好像跟异性多讲点话，或者是跟他单独吃个饭啊。我们在传统的那个社会里面，天哪，这不得了了！天哪，你是花蝴蝶吗？OK，你是要出轨了吗？你还是要怎么样吗？因此，我们自己避嫌，把它做这个爱的这些切割。OK，因为我们被放进那个玻璃瓶里面了，你这一生只能看着另外一颗球。OK，然后这个其他都不行。现在社会稍微好一点，OK，但是以前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自己在潜意识里面通通就这样阉割了。OK，好，阉割了我们的爱，只能爱一个。OK，其他形式的爱不行要避嫌。OK，好，再来，好好，这个我们先过去。好，然后一的法则最后在情感跟性能量部分谈了一下，他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假如当你的性能量堵塞不顺畅的时候，女人就会变成泼妇，男人就会变成杀猪。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能量流动没有办法从下面的脉轮一直到更高的层面的时候，到达心轮的爱，甚至更高的这个心智意识的时候，女人会很不满嘛，会很气嘛，就是所谓的那个这个，所以大家去看现在很多网红在讲的，所以古时候的那个歇斯底里症，既然是在古时候，自然是在以前的欧洲然后那个欧洲是什么？在欧洲的那个时代，然后其实简单说就是女生的性能量的不顺畅，所以他们竟然是花钱，然后请医生帮他们按摩，然后他们的这个下腹部，然后来治疗歇斯底里，因为那时候认为就是女人的这个心情不好嘛，其实就是某种能量没有流畅的部分，因此他就会变成生气或者变成阴阳怪气。然后男生呢，在这部分就会发脾气，他变成所谓的这个大男人主义的这些杀猪等等。所以看起来让人觉得泼辣部分，其实只是自我保护面向中特别突出的一点。然后它对应到的是男性那不分青红皂白就出征的天性，男性变得暴躁。OK，然后变成无差别的攻略性，而女性用来战斗的工具变成言语，你怎么骂人？你这不中用的家伙，等等等等，其实就是不愉快，就是没有得到身心灵的滋养。OK，所以一的法则在这一块我们做一个结论，他说最有智慧的事就是在此时呢，就是在今生特别是还单身的朋友你去找寻可以将心敞开、分享爱的性伴侣，就是说他不是跟你肉身而已，就是你在找的这个过程里面，请你在心灵的这些部分好是可以对你把心打开的。OK，好，所以不单单是接受到爱，还有回报爱的机会，两个有爱的人彼此流动，内心充满喜悦、平静和力量。他说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投资。好，然后最后不是最后，就是在性能量部分还有一章，就是曾经在某个分享会当中，有朋友问我说，我不太喜欢跟异性接触，我可不可以自己跟自己这个产生这个性的愉悦呢？除了刚才说的与神对话，说你 DIY 这部分，宗教告诉你不行，OK，好，不可以手淫什么等等。可是与神对话说这没有问题你至少没有伤害别人OK，好，那结果才知道说，原来在宗教界里面，其实他们也有所谓的禅悦，就是结果在这个书里面也提及，与神对话也提及，你可以自己怎么样？当你有这个欲望来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能量其实往上拉伸，把它往上拉伸，一直把它带到你的这个
第三眼的位置。与神对话的原句是说，以肉体的快乐为通道，记起你是谁，这也是一种某种的灵性方式哦。这是把一切生命的基本能量透过身体而提升，性能量可以沿着你生命中的内在管道而提升的，直到第三眼。当你们提升正能量时，它会流遍全身，就像内在的高潮，自己就可以获致。那这张图是在网络上找的，那有一些教派里面，他们是建议走后面的脊柱 ，OK， 好，有点像任督二脉的这个督脉的这个部分，然后往上把它拉到这个第三眼的位置，然后再往下，然后再做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好，他说怎么做？好，与神对话讯息说靠想的，你们就顺着脉轮的内在通道往上想，生命的能量一旦经常上升，你就会对这经验产生嗜好，正如对性有饥渴，能量提升的经验非常美妙，不久它就会变成你最渴望的经验，所以你是可以达到自体的这个愉悦的。OK， 好，所以这个是对性能量扭曲的这个面貌，性上瘾、性暴力就是一旦它被压抑，要么纵欲，要么肉体纵欲，要么就变成绝对不行的这个压抑的部分。我们会有这一些的变形的发生所以他后来甚至书里面就提及，所以会发动战争嘛，非常不开心嘛，大男人主义变成这个战争，我变成要透过征服，然后因为我其实没有得到爱的这个交流，然后因此呢，我会用性能量上面，不论在情感上或性能量上面，我变成是一种我只是想享受征服别人的这个快感，可是还是没有拿到爱，因此他会做出更多扭曲的这些动作。等等等等等等 ，OK， 好，那再来呢？我们在情感的部分，因为这个与神对话的部分，在爱情呢，其实在所谓的婚姻上面，我们来谈所谓的这个婚姻的部分。那因为这个在我们过往几年的分享里面呢，其实都有提过好几次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把它比较快的带过去。来，这个是比利时超现实画家雷尼玛格丽特所画的这个名画，叫做《爱情》。有没有看到两个蒙着面的人亲在一起？心理学家说，你们认识的其实前半年到1年，其实只认识对方的5%到10%，通常嘛，就是因为你戴着粉红色眼镜的泡泡，所以看不清楚。然后你会加入自己很多的幻想跟想象。哇，他的学历这么高，他应该是一个孝顺的人吧？哇，他的身材，他身高这个180，他应该是一个阳光又正向的运动型男孩吧？哇，这个女生看起来这个话那么少，那么的文静，她一定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吧 ？OK， 好，未必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投射的部分。所以与神对话这个非常经典，以及一直被引用的，就是我们关系破裂的这个2大杀手，不论是婚姻关系、亲密关系，因为错误的动机理由跳入关系，就是我们刚才形容的那个玻璃瓶的那个例子，就是它有很多的潜台词其实我们没有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刚才说王子公主2个碰到了，就应该被锁进这个玻璃瓶里面。但是玻璃瓶里面呢，没有说话的话是什么？当一个男的跟女的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当女人说 Yes I do 的时候，其实男方的潜台词包含你要一辈子当我的家庭主妇，出门当贵妇，然后卧房呢是情妇，然后我的只是培育兼保姆，我的女管家兼女仆，帮忙照顾我的爸妈，然后无偿的性伴侣。然后呢，女生说 I do 的时候，表面都说我爱你或者是说我愿意，可是呢，潜台词是希望男生当他一辈子的物质银行，你最好要当我的闺蜜，提供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提供我的情绪价值，或当我的心灵导师。然后呢，在物质上要当我的保镖、苦力兼司机。OK， 所以你要亦父亦友，要多重的这个角色。可是你要这么多的角色，要一个人这样扮演，同时要扮演这么多年，他还要配合你这个每年甚至每个礼拜甚至每一周的变化。因为你可能这边又进步了，那边又怎么样了 ？OK， 那怎么办呢？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任务实在太大了？然后只要倒过来别人要你这么做，做得到吗？结果上次的分享就有朋友说做得到啊，后来发生什么？是历史上怎么做到的？历史上呢，其实我们通通是怎么样？我们是牺牲女性，然后来满足男性。所以历史上呢，在我们东方比较多，就3妻4妾，有没有 ？OK， 好，所以是男人有的有这么多的女伴，既可以满足他的新鲜感有的呢可能帮他打理生意 ，OK， 有的人帮他生小孩，有的人做他的这个心灵的这个琴棋书画的这个心灵伴侣 ，OK， 然后结果没想到在欧洲也是一样的，那个你看了一些传记电影。那些伯爵夫人，听说就是被认为识大体的伯爵夫人，是在嫁过来之后，
要赶快帮自己的老公安排什么？帮自己的伯爵啊或男爵安排什么？安排情妇那跟我们的后宫《甄嬛传》一样，与其让别的女人、别的派系的女人呢，这个夺走了我的老公，还不如怎样？我安插自己的闺蜜，我安插自己的妹妹，我安插自己的表妹，我安插自己的侄女，然后干脆来变成我老公的什么的情妇或者是小三、小四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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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妾，OK，因为这样好歹我还是能够坐稳我正宫夫人的这个位置。你看像不像《甄嬛传》里面的皇后她在玩弄这个东西？所以历史上其实可能经济强权在男性，还有或者是战争时期那个武力的这个优势，所以其实是牺牲女性，然后来符合的这个男性的这个需要。可是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啦。所以为什么玻璃瓶大家会拼命的摔碎？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现在就像我们在上一场我的演讲里面所分享的，我们发现我们不是一颗金沙巧克力，我们不是这颗球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无限的存在，我们是本质具足的神性或佛性的这样子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精神体才是我们的本质。因此这样子的框框，那你那个精神体能量的本质，你像是一朵云彩，云彩是没有办法被一个瓶子装在这个里面的，所以这个瓶子开始被大量的摔碎，甚至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更明确的感觉得到了这个部分，他连瓶子都不进去了。所以为什么结婚率降低，出生率也降低？当然社会上的统计是说有那个房价很高啦，然后养孩子很贵，养大一个孩子要1000万、2000万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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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过程是有的。OK， 但是其实在心灵领域同步的也发生了这样子的现象跟状况。好，那关系呢？所以关系应该是什么？与神对话说，它不是交换就刚才对我们把前面这个说完。因为我们错误的东西套路里，我们刚才都说我爱你，可是事实上是，所以我们听过所谓的长期饭票，就我们刚才说的交换利益，填补不足。我的学经历不够，我找一个学经历比较好的。我家比较没有钱，我去找一个比较有钱的。OK，然后他确保他可以这个，然后排除我的这个寂寞。与神对话讲的更直接，他说有的男人根本就是要找一个合法的性伴侣。OK，好，所以就找漂亮或者身形好的女子然后就说我爱你。OK，好。有人是要传宗接代 ，OK， 好，再来呢，然后为什么婚姻关系破裂的第二个可怕因素是什么？前面不是定好契约了吗？婚姻就变成一个契约跟一个利益交换嘛。好，因此呢，之后就要求兑现。天哪，我排斥了之前追我的人没有100个也有50个，我放弃了跟这么多其他男人约会跟嫁给他的这个机会成本这么的高，跟你在一起。结果你竟然还没有给我足够的钱用，你竟然还不怎么样，你竟然还不怎么样，你的投射期望聚焦执迷于他人，就开始要求支票兑现了。因此，所有可怕的后果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所以不断的争执，不断的吵闹，互相指责彼此，你变了，你没有守住你的这个承诺那所以比较好的角度是什么？与神对话一直强调了，它就是个机会，它是个分享。关系是了解自己，成为自己，体验自己，分享美好的最好机会。所以我们应该找的不是一个令我完整的人，而是有一个可以让我跟他分享我的完整的人，我的美好的一面，我心灵的美好，我的幽默感，我的美好的想法，然后我美好的创造物，我美好的什么东西，他听得懂。OK，然后他可以我没有要求他帮我做到，而是他懂我，或他看得他知道我，因此我们彼此可以分享这个美好大家记住这一点分享彼此的美好，这也是待会让我们的亲密关系能够长此保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OK， 好，所以这个关系跟婚姻它应该是一个机会。好，刚才说的这个投射在他人身上，你让他拿到这个就是了嘛。好，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快过去。所以与神对话最后在这个部分再引用他一下，所以他后来有写了一个称之为新时代的理想的结婚宣言。以前的结婚宣言就是我这个发誓我爱他一辈子不论他这个是病是老是苦然后等等等等等紧紧的这个物质条件等等绑在一起。那可是与神对话说，这个条约是没有办法绑住爱的。所以你们的婚约应该是基于爱而前提，所以我把重点用红字标出来，我宣告我们互爱，这是只有2个灵魂才能够宣告的事情。结婚不是为求安全，我了解一切所需均常藏在自身之内，就是我自己本质具足，我所要的其实在我这边所以我并不是因为需要某个东西我才跟你在一起，然后我并非为了取得，而是要给予。OK， 好，然后
我们不是什么义务，而是为了提供机会，提供彼此成长的这个机会，共同成长的机会。我们是平等的伴侣，我们平等分享权利，分摊责任。我们的结合不是为了占有，我们给予对方至深的友情与爱。请注意哦，他这边说的是友情跟爱。OK， 好，然后永远愿意看到对方生命内在的神圣之光，这是只有2颗心才有权宣布的神圣誓言。以上也是只有2个灵魂才能使之成为事实的事。OK， 好，这个是它的部分。所以就让我想到俄罗斯这个的灵性名著，在台湾卖的很好的《阿纳斯塔夏》。所以你看他们的婚前仪式里面哦，他们夫妻他们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他们那个真人部落哈，有那样子的这个原则。所以他们在这个结婚之前前一段时间，他们是不太能够见面的，每天可以见面，可是见面的时候呢，他们是不睡在一起的，他们是见一下面，然后互诉衷肠我想你啊，对你的思慕以及爱与感谢之情，好，然后各自回去睡觉。他们睡前，他们在婚礼前都必须要这样子。然后呢，以及他们然后一直累积到这个洞房花烛夜那一天 ，OK， 他们是男神跟女神的结合，自己的神圣意愿跟能量场准备好，这样才能够创造出好的结晶，他们才可以召唤好那个跟他有缘分，然后以及准备好的灵魂，然后来成为他们很好的这个孩子。好，结果在与神交换里面提出一模一样的东西，他说让我们开启一个新的传统，在你选择一位伴侣之前，你一定要先爱你自己，而这位伴侣呢，你要确定他也爱他自己，如此你们才去生孩子。这个新的传统将会改变世界，并创造出一个稳定的家庭单位，结束你们现在所面临的离婚困境。就他们有很类似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再来看一部简单的电影没有让大家看电影，我只是说这个故事。在1995年，当年有一部电影造成美国妇女离婚的浪潮。好我还记得当时我应该是国中生要升高中生吧，就是麦迪逊之桥，有的翻译叫相逢恨晚，或者是廊桥遗梦。它就符合了我们上面说的传统男女性的角色。简单的说，我们这位影后 OK， 她所演出的这个，她演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呢，她有几个孩子吧 OK， 然后她本来呢也是一个女文青可是嫁做人妇之后呢，就乖乖的当家庭主妇。有一天，她的老公带着孩子去镇上看棒球比赛，刚好她的乡下来了一位从都市来的摄影师我们的这位影帝 OK 好所演出的。刚好这位影帝呢也是个文青，所以2个人呢可以谈他们都喜欢的莎士比亚，他们喜欢的这诗集，谈得非常非常的愉快。在相处的这几天中，2个甚至也发生了这个一夜情，然后他也挑动了这位这个我们的女主角的美好的这个情怀，他把整个时间精力奉献给了家庭跟家人，但他内心好像失落了什么，他失去了自己。所以当这个人又唤醒了他是谁的时候，他本来决定要跟对方私奔，但是就在他要私奔的前一天收到消息，她忽然想到，她老公跟她的孩子要回来了，所以她经过了一个天人交战之后，她没有去赴约，她就是留在家里乖乖当她的这个主妇她就没有去赴这个男人的约。当然她很痛苦，她也哭，但是她做了一个决定，她还是要为家而留下来。OK， 好，那这个一直到她死之前，她的她的先生已经去世了，就是很多年以后，她的孩子也都长大了。然后呢，她在她死之前交代她的这个儿子女儿说，其实妈妈这个一辈子都献给这个家庭了。那现在我的遗嘱跟我的遗愿，就是最后把的骨灰撒在当年我们住的那个乡下的那个桥边。这就是她因为她内心有一个所爱之人，是她当时碰到的那个摄影师。他的儿子跟女儿本来很不解，这个故事因为是倒叙法，一开始就是这个情节，很不解，妈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出轨？可是随着儿子女儿去追寻他妈妈的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跟背后，以及他们自己也为人父为人母之后，去了解了这个部分之后他们也体会妈妈为什么这样子了。那妈妈也为了他们做出很大的这些奉献跟牺牲。所以这部电影当时一放完，造成美国一波中年妇女的这个离婚潮流。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有没有可能避免，有没有可能不要说避免好了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情况缓和一点，不要每个人都觉得说天哪 David 你前面说了这么多，对这个刚才说的那个玻璃瓶摔碎的部分，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比较不碎掉呢？或者用另外一种形式维持下去呢？这就是我们最后30分钟要分享的重点。好，那对刚才说了一个人
不要说30年了，现在活到90岁的话，你可能30岁结婚，你是有60年跟对方在一起哈。从此王子公主过的幸福快乐的日子，这到底要怎么过呢？哈，好，来，所以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谈，好，今天最后的半小时都比较乐观的部分。我们婚姻长跑20年的这些范例，在这几个著作里面是否都有他们的说法呢？其实是有的。好，我们依序来看。好，我们依序来看。首先第一个，这个是新时代我说4大名著之一的欧林里面他所提出来的，他的提出来怎么样让你的这个婚约长跑啊，20年是一个比喻象征啦，就是较长一点。他称之为呢，在他的书里面的分享叫做向新事物开放，使你的身体变年轻的方法，就是扩张你一如孩子般对大自然的那份惊奇与敬畏感。所以你要勇敢的接纳新事物。你们也许曾见过相处多年的伴侣，多年之后还是这么的充满活力、年轻，而且活在爱的光亮里。我这2天才又复习看到了那个对啊，因为某个老师说David 你过50了哈，然后他还感觉到说，哎，我从去年开始进入这个更年期了。我说OK 好，男生的更年期可能没有女生的那么这样子的这个明显 OK， 可是我就刚好看到，赛斯有说，我们人在更年期的时候，他有一个第2青春期，就是你有一个返老还童的机会 OK， 可是你必须在信念里面，然后以及在你自己的意识状态里面，其实是有相信这个东西的。OK， 然后以及你是有信念创造实相嘛 OK， 甚至有个甚至最近那个星际会非常好的这个概念，你醒着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你灵魂的一场梦，梦其实没有像你以为的那么的坚固 OK， 跟固定不变。所以为什么你可以伸缩时间，然后为什么你可以用你的信念然后去创造那样的实相，用你的意识去做这些的变化，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你一定要调整你自己的意识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可以用第2青春期，然后就像赛斯资料所说的，就算你没有办法维持在20岁，可是一个80、90岁的人让自己维持在40、50岁的这个状态，或看起来是如此，这绝对是可以做到的。OK， 有很多人的确也做到了只是假如你的信念里面认为说我女性40几50，我应该要更年期了，那我应该生理期就停下来了，我就应该开始衰老了，我的皮肤就开始该皱了，该长皱纹了。OK， 好，那你就真的如基地潜意识里面的这个信念，你就会老的就是老的比较快或者正常的老去。那些有办法保持年轻的人其实不是靠那些什么美容化妆品而已，心态跟意识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灵性上的方法。所以呢，我们继续谈。他说呢，他们总是充满活力、年轻，而且活在爱的光亮里。你将发现他们正在做新的事，构筑新的计划，并且再将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带进他们个人的生活里。他们可能正在征服新的领域，都对冒险开放，都在其中感到活力与生机。然后，对，这就是他书中所说的。他有的人20几岁就老了，有的人70岁还不老，因为他老不老的定义是什么？是你是不是停止扩展了，你不再变化了。所以长时间共同生活的人，常会将彼此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同样的时间上床睡觉，起床后做同样的一份工作，周末的休闲娱乐也一样，导致心里面环绕上了一层收缩感，内心开始感到烦闷与死气沉沉。所以不但你个人老了，你们的关系也老了好，所以甚至有的人年事渐长，开始紧缩生活范围，只待在舒适圈里面。然后生活变成专注在枝微末节的琐事，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在对新事物开放，没有在扩展，所以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就像相处多年的伴侣，他们还是能够充满活力的关键在什么？向新事物开放，这是喜悦之道说的。那与神对话刚才的里面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是不是找一个能够令你完整的人，而是有一个你可以跟他分享你完整的人。OK， 好，记得该 Big O 的这个部分。所以他的心法是什么？他的心法是这个自己完整自己完整。好，再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创造真爱里面，这个就是它的强项之所在。它里面有很多东西那我先讲它最重要的一个。他说呢在他的因为这位作者他其实30年前就红了，然后呢因此呢他的座上宾应该说都是他的个案里面很多都是上流社会的这个政治家这个财团之后等等。他说有一次的聚会里面有12对夫妻，然后大家在交流的时候都谈到，一谈才发现哇，每个人都离结过婚2次以上，这都有2段以上婚姻，甚至有的人是4段婚姻。好，然后但是呢，在这就只有一对夫妻说，我们结婚20几年，然后
我们都没有离过婚，哎，全场的焦点开始放到这对身上了，你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对不对？哎，你那能够参加那个聚会的，都算是有点名，然后或者至少是财力是相当好的人。通常这样的人，他们有很多外在的诱惑跟这样的机会，也很多人会扑这个涌上来。OK，好，怎么会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呢？结果呢，所以大家就要叫他们分享他们的心得。就他们就说，我们各自有各自专长的领域工作，可能也例如说有一个是会计师啦，有一个是什么花艺设计师啦等等，他们有各自的这专长。然后他说呢，他们的关键是什么？就是画面上这一句，他说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谈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是我们分享今天这个礼拜这个月我的心得跟所得。我可能跟朋友去看画展，我可能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新的专案的开展，但是这个我们回来谈的时候，我们谈的都是，哎，我又学习到什么，我又看到什么有趣的事物，好，然后这样子，结果很多人会说，那是因为你们很有钱啊，你们家事都给佣人做，孩子给佣人带，好，你们没有什么苦难啊，好，结果呢，他们说不，我们也曾经我们7岁的孩子出车祸而死了，我们曾经有丧子之痛，只是我们哪怕把这样子生命中伤痛的事情，我们也把它拿来当做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跟疗愈的历程，我们会分享好我们的痛，然后我们对孩子的这些思念，所以呢，我们碰到这样伤痛的事情，没把我们拆散，反而呢，哎，让我们的这个关系其实更进一步。所以他们的重点都放在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就是另外一种，也不是另外一种，就是与神对话中里面说的，我是找到一个人来分享我的美好，OK，而不是就让他陷入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好，那你会说那是有钱人的做法，那是有钱人的做法。我们一般人哦，那热恋期通常都说不会超过2年，然后就像这张图，网络上我们抓的哈，然后这个我有注明那个单位在这个下方，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变化哈，但是你看，哪怕心理学家整理的东西也都很像，他强调的也是扩张。我们要保持热恋的秘诀，也是在讲扩张，一直成长和加深认识。不扩张的人就会维持在停滞不前的这个状态里面。下面我就不念了。他鼓励说一起去尝试新事物啦，改变生活方式啦，不要牺牲两个人独处的时光啦，双方持续成长和增值啦，永远有值得发掘的新面向啦。因此，保持你的神秘感，保持你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感等等。OK，好，对，让人家觉得你一直有进步。那所以呢，就有人整理出这个充满新鲜感的方式有这些上兴趣班，去新的地方约会，新话题给对方这个惊喜，一起翻新爱巢。OK，哎，对不过我觉得前提就是对方也要愿意这样跟你配合这么做，就两方都要有这个心啦。否则，假如你很喜欢的某个活动，他真的很不喜欢，我觉得就不要太勉强，就采取其他的这些方式好了。好，所以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个年代。是在1990几年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美国的主流的心理咨商竟然流行这样，就是说假如夫妻两个有问题，好，他就说你们去生个孩子吧。为什么？生个孩子就是一种新的扩展，你们就有一个新的目标，共同努力养这个孩子，你们就没有时间去吵要分开了。好，虽然我觉得当时一听就觉得这个方法有点怪怪的，可是我知道它背后的精神是想要创造一个新的事物，让你有个新的共同的这个目标。好，所以持续的成长和进步，发展新技能，学习新知识，常常自我觉察保持自我的成长，拥有独立的人生目标，保持好奇心，维持多姿多彩的生活。OK，好，所以你看大家大概是往这边去。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请佣人，我们也得自己照顾孩子。我们这个一般就只是在自己的普通的这些房子里面有没有办法做到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方式。彭树军是老师是谁呢？他就是朵朵就是那个朵朵小雨的作者那也是我们之前合作的老师。那他的那个书很好看，朵朵小雨有很多那种心灵小语，非常的发人深省。那他曾经呢在这个杂志上面发表了，他说如果你的伴侣说想要一个人生活，他告诉你说，当然是他的朋友告诉他，所以他朋友当时哇，这个哭的这个梨花带泪梨花带雨这个很难过。OK， 好但是他是试着在comfort 他的这个安慰他的朋友。他说到了人生某个阶段，对独处的渴望可能胜过亲密关系。OK，因为就你不要说是老夫老妻，有时候纯粹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一开始我们所说的，有的人他对某方面的亲密关系到底是肉体的接触还是心灵的接触，每个人其实要的其实不太一样，也会随着你的，有的人就是在生完孩子以后，或者是就像说，有的男人到了某些更年期之后，他这方面的需求其实降低非常多，所以他要的其实是什么？
就是开始走上面的2、3个脉轮，第6跟第7脉轮的时候，你自己对独处、对人生的意义，等于是人生的下半场的总整理跟检讨开始起来了。所以这时候你在上面的这个部分，你会更为的渴望，你会想要独处，你会想要多点时间跟自己在一起。所以呢，你开始可以用非典型的相处模式叫做保有完整独处又享受两人时光，包含有的人就是只有假日才住在一起，有的人是各自住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是有各自的房间。好，那经济能力更好的，待会就会看到一个例子，直接住楼上楼下。目前有很多夫妻开始采取这样的方式，给对方独处的自由，也得到重新做自己的自由。OK， 所以不是2个人要捆绑24小时这样在一起。所以这个是日本这个知名的这个美魔女73岁女星然后她说跟先生当邻居是婚姻美满的秘诀，他们就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所以就是她一层，然后她的老公一层她前面有2段婚姻，然后一直到后来跟这个认识了10几年的这个伴侣的这个男朋友才结婚，晚年又结婚。但是因为2个人性格和生活习惯大不相同，但是她很欣赏她后来这个老公的这个才华，以及他们真的可以交流心灵上的东西，但是彼此生活习性真的很不一样，睡觉的习惯等等等等不同，然后年纪也大到一个程度了，所以他们就拥有完全独立的生活空间。她就描述说，她曾经去她老公的那一层看，哇，这东西乱七八糟，好像在做模型还是做什么。她说，可是没关系，反正我不用帮他打扫，所以我就不要动气，我就呢珍惜我们2个人呢在一起的这个好的时光。好，然后我想跟他分享的东西，我的其他时间我就自己喝点啤酒，自己看电影等等等等，非常好。所以他们是分住2、3楼，吃完晚餐就回到自己的空间反正又不用打扫，就随他吧好。那所以后来这2天才出新闻，可是之前就已经用了他的照片，就是号称日本这个国民这个老婆的这个新垣结衣然后他英系跟他的这个现在的老公结婚，可是他们就是号称从一开始结婚就分开2地居住，不同的公寓，然后每个礼拜见面约会，每周见面约会了2、3次，因为2个都忙2个都是大明星不过好像这2天是不是传出新闻说听说男方有外遇，是不是这个还没证实啦这昨天才看到这个新闻。然后以及呢最新的资料，美国年轻夫妻呢43%采取分房睡的这个双主卧的需求增加，就是他们现在卖房子跟规划房型的时候，43%的年轻夫妻他们选择要有2个主卧室，不再是挤在一间里面了。OK， 好，再来，这个就是一个有趣的传闻，在10几年前的呢，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面心灵圈里面又收到一封 email， 就发现说，很多人在讨论OK， 好，是什么呢？听说希腊有一种叫有期限的婚约，是什么意思呢？是你们的结婚是签约的，就是说你可以签1年约，也可以签5年约，也可以签10年约，然后呢，只要约到期了，没有继续续约，跟租房子一样，婚姻自动失效。当时这个传闻呢，这个 email 的传闻是说，听说因为呢，因为希腊是希腊东正教那个教会还是什么教派，对不起，我没有很清楚。但是我们都知道，各宗教都有所谓的誓言，你不可以在神的面前发誓的东西，你违背的话是要下地狱的，是不行的要被审判的。所以呢，为了不在教堂以及在这个神的面前发誓要遵守的婚约，这个违背了誓言然后会遭受惩罚。所以呢，就想了一个方法，我们就来定这种期限吧。然后呢，3年后到期，跟租房子一样。若是我们有任何一方不满不续约，我们自动解除婚姻关系，婚妇单身。当时大家都说，哇，这个好棒哦！甚至当时的这个传闻里面还有说，他的那个手续登记费是不一样的，你签1年的就很贵，1年1年签的很贵。然后呢，假如你是签1辈子的，听说不用钱呢。这个跟订阅这个网络跟订阅手机是一样的，签的越久越便宜这样。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有点离经叛道。可是我发现最近跟别人分享这个时候，他都说好棒哦。有很多那种已婚的或者是那个的都会说我觉得这不错OK， 都不用离婚自动失效。好，可是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后来为了准备这场讲座呢，我去寻找它到底是这个谣言还是真实的呢？我必须告诉各位朋友，它是个谣言它不是真实的。但是也不用太失望，是真的有，只是它不是在希腊，是在伊朗。原来伊朗真的有所谓的契约婚约，婚姻就是这样，他们就是我的婚姻到期了，要再续1年吗？
原来呢，这是他们历史上曾经有这样子的方式。那原来在伊朗的习俗里面，他们因为回教徒嘛，然后的关系，那历史的背景就不说了。但是因为发生那个以阿战争的这个部分，有很多战争寡妇，好，然后彼此都有这样子的这个需求。因为很多在回教里面有很多女性哦，你是不能够单独外出的，你一定要你的父亲、兄长，要不然就是你的先生、老公带你出门，你才能出门。好，你还不能够自己出去。OK，所以是很多的这些限制。那以及再加上呢，他们现在遇到现在的习俗，就是正式的婚嫁呢，要一笔比较高额度的彩礼，就是那个婚礼的那个彩金啊，那个聘金啊，我记得是十几万，那个资料上说十几万。对于他们当地的小老百姓来说是压力很大的，因此呢，他们就把他们历史上曾经有的契约婚约，在现在又开始流行。所以呢，他这个标题写的就是他这个做小生意的，这个开餐厅的，开一个小小摊子的小吃摊的这个男人，他没有办法付起这么大的这个聘金，所以呢，他就每年去登记因为只是登记，他就只需要付那个少少的钱，每年付少少的钱，他就不用大肆铺张的请客，然后要花那么高的这些彩金，然后又可以让他的这个女朋友或者说他的伴侣有一个身份，可以跟着他出去旅行，可以跟着他出去做生意，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是有这样的这个制度。OK， 好，所以呢，我们到这边呢，稍微停一下，我们的爱情、婚姻跟性，它的整个核心环绕在爱的这个主题上面。好，那最后呢，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2个东西。看现在好。每次都想说2小时结束，结果都还是要谈到2个小时多一些。好，那在创造真爱里面呢，它的最后我们的3张图里面全部都是有关于这个创造真爱的部分。它里面呢，就是因为作者在30年前就提出了这样子的主张，所以我发现在美国的社会，其实这30年来已经可以看到了。好，那我们就举他书中所谓的，你既然要的主要是爱的心灵交流，从灵魂上来看是要爱的心灵交流的话，那么有没有除了婚姻之外的其他的形式的可能呢？好，那同居就不用说了嘛。好，欧洲现在很多的北欧国家允许你们同居，但是不登记结婚。可是当对方发生这个紧急什么动手术啊，需要家人担保的时候，你是可以帮他这个签名的，你也可以继承他的某一些的这些财产啊。那据说是这个样子的制度，已经没有要求这个婚姻了。那有一种叫多次婚姻。据说经典的人就是伊隆马斯克就不详细讲他的故事，只是大家去看他的这个部分，他的4任老婆，他跟航太科学家在一起，每一个都美女。好，但是美女之外还是航太的这个博士。那他跟他在一起之后就要造火箭，然后跟谁在一起之后呢，他就要去做汽车，然后跟谁在一起之后呢，他就要做什么什么。他的每一任老婆都很像是他的工作或者是专业伙伴。然后有的人在美国就有的人很享受多次婚姻，就跟谈多次恋爱一样，那只是他为了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跟方便，有的人变成这个样子。好，我先讲这边，我没有任何的推荐或什么，我只是描述这个作者他提出来，在他丰富的个案经验里面，他所看到的新的爱的交流形式。好，同性婚姻就不用说了，老少配跟姐弟配，现在很多的偶像剧开始讲这样子的部分。OK， 好，所以以前会觉得很怪，男人生一定要比我大，现在没有。好 OK， 好，自愿的分离。有的人会因为工作的需要，或有的老公会跟老婆请假，对，我想要去独处1年啊。他的案例中有人这样子，我想要去独处半年，因为我觉得我生活没有活力了，我觉得我没有动力了。OK， 然后分开，有的是会因为工作的关系而分开。好，重组家庭就好像这个你离过婚，我也离过婚，我带我的小孩跟前妻的小孩，然后你带你跟你前夫的小孩，我们重组家庭。好，这也是一种。再来，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它中间的部分。好，2对双人组比较不谈，它不是什么4P啊，不是淫乱 party，不是，它是指2对或3对夫妻，你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你们会变成像这个2对夫妻一起出去玩，或者是3对夫妻这个一起出去玩，然后呢，这个彼此男的跟男的，老公跟老公是好朋友，然后老婆跟老婆彼此其实是好朋友是好闺蜜，所以变成这样子的这个很亲密的这个友谊关系。神圣友人圈标准的就是美国的那个影片叫做那个 Friends 中文翻译叫6人行，有没有？他们是大学好像是室友，有没有？然后虽然有各自的男女朋友，甚至有的时候会擦枪走火，当中的6个人偶尔某2个人会在一起。好，我记得剧中的男女主角就是嘛，曾经是男女朋友，可是后来又分开。好，那重点是
他称这个叫做神圣友人圈。你看，你需要爱的交流的时候，你需要有人陪伴你购物，你需要有人陪伴你谈心事，你需要有人陪伴你一起去打游戏的时候，其实一直有那个就算不是两肋插刀，至少他会愿意用这个熬夜，然后来帮助你的这个朋友，他称之为神圣友人圈。所以甚至有这样子的朋友，在美国，他们就约定老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同一个社区啊，大家就近照顾。然后这是他说这也是一个爱的交流。再来所谓的情绪伴侣。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们所谓的这个闺蜜，在她的书中其实有是用故事来说明。她说她就有一个离婚的单亲妈妈的这个妇女，然后呢，她呢因为她自己某一种的文青或某一种的那种心灵的这个层次的关系，她跟她谈得很来的，其实是住在远方另外一个城市的男子，是她心灵上面的情绪伴侣。OK，那这个男的好像那个男士是双性恋，他们两个没有肉体上的关系。然后这个单亲妈妈，她的肉体的伴侣反而是同一个城市里面的，就是同一个小镇里面的另外一两位男士，还不止一两位男士，所以他就达成那种哇，就是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些需求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他说他最爱的，他心灵上最贴近的是他的情绪伴侣。OK， 好，那所谓的社交伴侣是什么？社交伴侣他是说，有的人是基于工作上面的需要，他的书中举例，他有一个个案，这个女强人，她其实觉得自己过得就蛮好的，只是哎呀，爸妈啦，他们家好像是名流之后，爸妈啦，还有外面的人一直问他说，哎，你40出头不结婚，你是有问题吗？还是你个性太差，怎么样，所以没有人要？他后来很烦，就找了一个呢，男同性恋，私底下是男同性恋的，跟他一样是社交条件，就是那种经济地位在商场上的地位不错的男子，说我们来当所谓的这个伴侣，可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的，我们也没有肉体上面的关系，只是我们常常出双入对，然后我们常在朋友圈拍照等等，让大家都觉得他们是一对很搭的俊男美女或者是至少就算不是俊男美女，至少是很搭的这个身份背景跟工作专长很搭的一对。大家就不会催婚了，就是只是知道说，他们随时都可能结婚他说这种社交伴侣，亲子相伴。他说，书中的例子则是，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现在工作有时候不好找，那很多孩子他也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是因为有的则是孩子，有的是因为父母的关系，那他可能他40岁了，还是跟他的老爸老妈住在一起，然后亲子本来就是很亲的这个关系然后互相陪伴。不是因为过不下去了，所以非得挤在一起，而是甘愿就是这个为自己的父母或为自己的子女，然后这个住在一起，然后而不是不得不为之的。他说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晚年的一种陪伴。有人对父母的感情就是这么深。那另外一种就是去献身修道，像德蕾莎修女这种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人。然后三人组这个比较复杂就不谈了，就是对三人组就比较复杂了好，然后另外就国际共同社区，给大家看一个，这是我去印度看过的。除了奥修社区之外，另外一个其实是印度的曙光村，它叫 Auroville。那它是印度的3大圣人，除了大家比较知道的诗人泰戈尔，然后印度圣雄甘地之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他们另外一位圣人他所设立的。他生前呢，只在这边插了一块碑，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大同理想世界。结果他的信徒追随者啦，他没有成立宗教，他的信徒等等，就在从这个碑的周围开始像下围棋一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旁边的一块地买起来，然后建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社区，而且还在持续的扩展当中。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图，他是请设计师设计的。我当场在这边的时候，只要坐在远处看着这颗金球，我的第3眼其实就一直不断的跳动跟顶轮。然后它的整个中心是一个这样像金沙巧克力非常大，然后每次进去12个人，从你看像时钟的12个方位。然后每个人进去可以待10分钟，里面全部都是白色的，只有正上方有一个小小的洞，一条光线直柱打下来，所以你坐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进到某一种外太空，或者是你光眼睛打开看到的，就像是处在一个高度冥想进入一个神圣空间的这个状况里。然后10分钟到，会轻轻敲个铃，然后小小的铃铛声，那你就出去。好，然后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类似社会主义的社区吃饭不用钱，有这个食堂，但是你在那边的这个社区，你要对社区做某些贡献，外来观光客就必须要付钱，好等等就我有朋友就说这个要住到那个地方去，那边有非常多身心灵的工作者，或者是做一些身心灵的产品的朋友。好，那
所以刚才谈完了他的这个神圣的这个部分，神圣关系的部分之后，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他这个作者他就是谈的最后的一些东西。好，神圣的性关系中，尊重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好，我们最后再谈一点点性能量的东西，连接刚才的这个创造真爱的作者他提的最后的2个东西。哈，他说要知道破坏大部分伴侣关系的真正元凶，就是我们没有坦诚。一直活在谎言中，没有说出真实的想法。这样做或许能在1周内相安无事，但是无法再撑下去。几年下来的结果就是爱的终结与崩溃，然后可能导致婚姻的结束。OK， 好。然后呢，与神交换也说，我们在此帮助你澄清那些迷惑及错误的观念。须知你生活的文化中所盛行的爱的法则其实是虚构的，你必须解除这种观念，真正的爱才有机会进来。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因为我们在集体的迷思里面，其实对爱跟对爱情、对性能量，其实都做了很多的这个不是那么正确的设定，然后跟集体潜意识的设定，所以导致你去看那个网络的话，有很多教你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的，要么男的就教你 PUA 啦，然后甚至彼此在比较说，我多快可以把这个女的拿下哈，然后带她去滚床单 ，OK， 然后呢，教女生怎么样呢？这个教男生要怎么样跟女生聊天啊，然后故作神秘，对方发什么给你，不能够秒回啊，这样对，不能够先开口说我爱你，我喜欢你，谁先说谁就输了 ，OK， 等等的，很多都是一种谋略，然后都是一种控制术，好，勾引术，它都不是爱的这些交流，所以你包含你看。这些网会教你，他对你是真心还是假意然后呢，好的爱情就像训狗，你看，既然有的专家告诉你这样，要训练对方像训练狗一样。OK 哈，一个好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从这样子的条件论来看，然后让他觉得不配拥有你是改变你男朋友的唯一方式。对，所以你一直要装得很神秘，你一直要装得很什么东西，完全没有打开你的心，用真诚的方式去好累，人生已经够辛苦了结果还要玩这猜猜猜，真的很麻烦，对不对？但是主流社会就告诉你要这样子，你才会有这个好的归宿。所以还有女孩一定要学的反 PUA 话术，对，不要被这个 PUA 了。所以倒过来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技术跟技巧，反而没有我们今天谈的这一些东西。所以再来，亲密关系的障碍，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性是一件羞耻的事，因此不敢敞开自己，对自己身体状况跟身材的否定，过去创伤的阴影，与伴侣尚未达到心灵层次的亲近，因此就会导致我也不是那么爱他，我跟他也不是那么的契合可是就已经确认关系了，所以我就要履行伴侣的什么义务、权利什么等等的东西所以在心想事成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振动频率要高。那我们都说一个人现在清醒的时候，在人间清醒的时候，工作对不对？占了你8小时到10小时，然后回家之后跟你最亲近的可能就是跟你同床共枕或同居的人，结果你做的工作那8小时10小时不是你热爱的振动频率已经很低了。回家或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你还要再虚情假意一番，你会不会觉得人生真的很辛苦？然后你会不会觉得你的振动频率真的没有办法高起来？好，但是过去的创伤和阴影等等，这些真的需要疗愈课来进行。我就只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像那个就我们有碰过男性的个案小时候因为被男同性恋性骚扰过，导致他现在哪怕有很爱他的女朋友，他怎么样，他就是没有办法产生性行为。好，因为他只要一脱衣服、一脱裤子，他立刻恐怖的阴影就起来。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需要疗愈去处理的。好，再来，那除了性行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以表达情感的交流呢？这边与神交换告诉你，感情乃是性能量比较平静的呈现方式，也就是神因为源头能量就是爱嘛，那源头能量就是神嘛，那你就是源头能量所形成的嘛。这股更强大的创造力，较温和的一种呈现方式，就是有时候你们就只是谈感情 ，OK，所以刚才就说有某一种精神外语的形式，它是只有精神层次上面的这个部分。所以他说感情就好像以前那种很年轻的时候谈那种 puppy love 那种很纯洁的恋爱，只是牵牵手、逛逛街、喝喝饮料就已经开心的这个不得了了感情乃是性能量平静的呈现方式。对许多人来说，感情是进一步探索身体接触的入口，通常是这样子，然后你再进一步到身体的探索。对与神交换大概是这么说。OK， 好，再来，
这前面已经预告过，当两人身体柔情的接触时，这种碰触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光芒。此时天使会鼓励你进入更深层的经验啊，他鼓励归鼓励啦，那你还是有社会的规范跟你自己的部分。他说，我们在次元帷幕的另一端，可以感觉到相互触碰的身体之间非常强烈的能量电脉冲。这个电脉冲在两人碰触时散发出的火花，然后他们就是被这些火花所吸引的，就是他们看的不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能量，他发现我们人在身体接触的时候，请注意，这是带着爱的接触的时候，两个情投意合的人，或者是相互喜爱的人、相互关心的人，你们在给出爱的时候，他说那个碰触是非常美的。那不限于亲密关系，当你在抚摸你的婴儿、拥抱你的孩子，他说当你过渡到另一非物质世界时，身体的接触将是你最想念的一件事。肌肤之间的接触是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心灵可以透过这种感觉进入喜乐及性结合的体验。好，我们来看小字的部分，身体渴望接触，绝不表示身体是匮乏的，而是因为在身体之间传递的能量，这乃是构成生命的本质，所以它就是一个源头能量，就是爱与爱的交流呀，这是很美的事情。OK， 好，内在阴影的由来这个就不说了，前面已经讲了，因为黄色产业的扭曲、负面经验的影响，然后有一个重要观念，你在这个迷惑的文化中一直被教导的，那就是性能量是属于灵性的。性能量是属于灵性的，可是我们一直被教导，而且来自于神，或称之为生命根源。数千年来，你们一直被教导性是邪恶的观念，这是最坏的一种刻板印象。即使在比较开放的社会，性顶多也是私底下体验的一点肮脏事儿。即使到了现代，具有这种刻板印象的社会，仍然驳斥性能量是灵性的说法。所以就产生了什么？刚才所描述的那张列表，一堆的性压抑，一堆的性变态。然后导致黄色色情产业的这个泛滥，不论是买春，然后或是卖春等等，然后或者是没有太多爱的交流的一夜情，它只是器官能量的一个发泄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甚至造成这种所谓的那种强暴案件啦等等等等，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压力到了某一个程度，然后造成了这样子的情况。好，一样的意思就不念了。聚焦身体感官刺激，这是一种扭曲；要不然就是出于恐惧和羞愧而强迫自己断绝性能量，我不再碰了等等。本来是你生命能量很大的事情。好，那这个爱要怎么做？好，他书中有谈到，那所以美好的性行为，假设我们现在前面那些东西你通通都达成了，你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了，那么这个性行为的过程他有没有教呢？书中是有一个章节在谈的，那我很快的只放它的重点。第一个，前面说了这么多，就是请慎选至少情投意合的伙伴，伴侣，然后身心做好准备，就是说就算不是真的就跟古时候说那个斋戒沐浴其实是有点像，就算不用那么严重的到斋戒沐浴，身心要准备好。所以你看阿纳斯塔夏刚才他们在婚前都要做好这样子的心态准备。放松前戏，它指的是你们可不可以先至少把自己弄干净，身心准备是指的是不要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嘛。因为其实特别是味觉、嗅觉、触觉等等，它其实都是能量的一环，也是让对方乐于接纳你的这个部分，哪怕我喜欢你这个人了 ，OK。所以他说，我想他应该是特别指男生，把自己弄干净好吗？OK， 好，然后这个洗干净、弄干净等等，然后你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洗个澡泡个澡等等，放松前戏，就像刚才前面所说的，多说说赞美跟感谢彼此的话，然后以及真正的在这个滚床单的时候，他说，请先多花点时间，不要直接就要求就是进入那个性器官的接触，很快结束。他说你们应该多多刚才所说的多多的抚摸，然后多多的亲吻。他说特别是亲吻的时候，你的嘴唇其实是非常敏感的，然后它有许多多元的神经是连接到你的脑部的，所以当你在亲吻的时候，其实你透过嘴唇，其实你是嘴唇的这些感知的这些神经系统跟细胞，你会感到对方对你的爱意你对对方的爱。所以为什么你说一接吻你会变得忽然就会像火烧起来一样？他说实际上不是你，是因为你收到对方的心意，然后对方也收到你的心意了，然后他进这个过程里面，口对口，心对心，眼对眼就是类似图上的这拥抱的这个部分。然后他说第二个性器官嘴巴之外，现在是什么？他说是请多多用你的指尖，然后等等去轻抚对方的这个身体。他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情感跟能量的预备跟交流，然后最后才是把你的心轮打开，就是你的这个过程里面，请再把你的这个打开，然后吸入彼此，是在那个过程中，请观想你吸入对方，你在呼吸的时候，你把对方体内的这个气息，然后吸进你的体内。OK， 好，大概就这样。
用观想的就可以了。OK， 好，那在你们的行为过程里面，你们就是一体的男神跟女神啊，所以他说这个会是很美妙的。好，那最后这个书里面呢，还有2个环节我很快的带一下。我们说我们个人成长有一个英雄旅程，然后创造真爱的作者也说，其实爱情也是有一个英雄旅程的。真的是倒数2张投影片了哈。他说一个是罗曼史，他说其实你就想象就很像是从离婚角度来看，一段亲密关系，特别是男女情爱之间的关系的，它会有的这个过程会有个像我们英雄旅程有没有那个秘密所讲的那个英雄的那个起伏。好，所以第一阶段是罗曼史，是月光与红玫瑰，你一定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再来呢是承诺与誓约，这个是第2阶段。好，然后第一个阶段很美好很美妙嘛。他说你受到灵魂的这个召唤，然后勇敢的去他举的，其实书中有很多有趣的例子。他发现有一个人，他既然这个飞去中东，然后就去嫁给一个他只见过1次面，只是在一次旅行谈得很愉快的一个离了婚带着6个孩子的男人。然后他那个是非常非常罗曼蒂克的。然后可是再来接下来进入承诺与誓约我们是不是要在一起，我们是不是要结婚，你又进入了这样的誓约。然后再来呢是第3阶段，你会进入危机乍现画冰上的裂痕。接下来你们问题开始发现了，开始发现说天哪，他的这个孩子不太接纳我，或是哇他的家人不太接纳我呀，或者他的这个环境没有办法允许我继续发展我的工作，怎么办？开始有一些不对劲的状况。再来考验跟角力争斗就开始了，开始有人会嫌说你为什么不能牺牲多一点配合我，然后倒过来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要是我。 OK 好，你们开始要来证明谁对谁错。然后再来呢就进入混乱跟失控的局面这个所有的问题通通都等于是掀开来了，我只是把桌子掀了，通通来看到底怎么办。那到不得到最坏的情况的时候，2个忽然间想到糟了，我们是不是要破裂了。这时候有时候反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跟那个英雄旅程一样，往往是你要被大魔王打趴在地上，几乎要死了。这时候你就只剩2个选择，要么就死了，我就这一生很大的梦想，这个梦想我要放弃了；要不然我就只好集中全力，最后一集他说臣服的发生是什么？臣服的觉醒发生是什么？是忽然间这个他书中举的例子是说例如说你本来希望你的妻子结婚后相夫教子，在家多待一点时间，结果你发现他这个却去学了新的才艺班，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建立了新的这生活圈。他不再是当时跟你谈恋爱时那个温婉可人，然后很顾家的这个女子，你生气了哇，那混乱失控等等等等。可是最后呢，他说你的太太说，或你的女伴说，不，这才是我要的生活，你那个是你自己想象的，那是婚前那个是怎么样。然后这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了，到底是你改还是我改，还是我们分手？然后这时候会促进你很深很深的反思，什么样才是爱？爱现在会怎么做？这是女生对话常常的问句。所以到底是我让步还是你让步？或许不是让不让步的问题，而是你会开始深思，我们这段亲密关系到底更高的意向、更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会开始做这个部分。最后呢，蜕变，真爱出现，你一定会，因为他从灵魂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关系，特别是你情感深的亲密关系，它一定有带礼物来，然后这个礼物一定跟爱有关，所以它一定会促进你爱的觉醒跟爱的成长，所以最后那个爱会浮现出来。所以这个爱有可能是对，所以其实我应该让他自由，或者我应该放下我不应该有的期望，不应该的投射，不应该的什么。那当然有另外一种可能，也可能是我们应该要放彼此自由，我们应该优雅的结束。所以结束是一个选项。所以最后一张投影片我要分享的是《创造真爱》里面它的结束是说他是建议那个年代他就预告了，可能那时候我们在台湾也常常看到很多分手，我要不到我得不到的人，别人也别想要，你想离开我门都没有，我太丢脸了把你给宰了等等等等。他说优雅的结束有4个步骤。他说第一个呢是彼此要有共识，看来我们这段关系势必结束是必要的了，时候真的到了。然后呢，我们宣告关系赠予的礼物，允许关系圆满安歇我知道这样讲比较没意思，我们直接讲书中作者亲身的例子。他说呢，他曾经在他离婚之后，他有一段其实本来开始创建自己的新的事业等等都没问题，可是刚好那个时候家里呢这个出了一点问题
好，然后呢，他的新事业的发展非常需要人帮忙，还有一个他所谓的这个情绪伴侣，就是说他的那个一直是他心灵支撑的那个对象，就又过世了，所以让他整个人呢就处于一种天哪，我真是焦头烂额，然后又脆弱的状态。这时候呢，有一个小他10多岁的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出现了，然后呢，本来就是以前本来是朋友啊，这个朋友以说哦，你现在状况不太好，我来陪伴你的这个角色出现，哎，结果他们聊着，哎，两个人呢就自然而然走到一块，变成一对情侣了。可是呢，他们隐隐都知道，他们的人生的志业跟他们的职业方向刚好是南辕北辙，而且因为年龄差距的这10来岁，例如说女方已经不太能生小孩了，男方可是还没成家呢，等等，所以他们心里隐隐约约也知道，这好像不能够长久，可是他们非常享受那一段互相陪伴的这个时光。然后随着他们自己也知道了这个的默契，然后他们在陪伴了2、3年之后，那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偶尔有一些情感的插曲，就是说他们也开始跟一些不同的异性约会啊、碰面啊等等。那终于呢，这个我们的作者这位女士有她勇敢的追求者出现了，勇敢的跟他示爱，跟他说我想要跟你在一起。好，然后女方也觉得这个好像是可以走更长远的人。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个小男友、小情人呢，也开始跟别的女生约会，所以他们彼此都有一个默契，知道说他们能够给的礼物好像给完了。所以他说他们就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两个人在一个山丘上，然后喝着咖啡，然后他们细数的就这个过程，他们知道他们迟早是要结束的。然后呢，他们开始细数他们曾经在一起的这2、3年的时光，他激发了他什么东西，然后他安抚了他的情绪，然后他这样年长的女性其实带给他什么样的这些成长，然后让他看到了什么东西。那所以彼此在一个非常感恩，然后跟彼此细数我们曾经共同给的这个礼物，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一辈子在一起，他说，可是他们换来了终身的友谊，然后在充满感谢跟感激的拥抱当中，他们宣布他们结束他们的情侣的这个关系，然后转化变成朋友。所以他就允许这个关系圆满跟安歇了。好，所以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过程。从灵性上来看，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的善疗，好，不要留下恶缘。最后一个叫别人的意见，他说根据他的经验，他咨商的经验，会有很多你旁边的人，包含你的爸爸妈妈，包含你的朋友，告诉你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离婚，你不应该分开，你不应该什么，会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他说你要有基本的足够心理强度，好，不要被那个所动，因为他们不是你。他们不知道你的生命，他们不知道你的生活，他们不知道你的要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你的爱。OK，所以你要有足够的心力，然后去抵抗别人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所以简单的说呢，我觉得今天的整个核心就是，我们不论在爱情、婚姻跟性能量的部分，性能量它就是生命能量，你把性拿掉，它就是我们生命源头的能量，就是我们的本质，然后就是爱。所以你喜欢跟别人接触，心灵上的接触，进一步的到身体上的接触，这都是很自然的现象。不要把这样的罪恶感灌在孩子的身上。虽然有社会的规范，其实要遵守，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把自己的爱而阉割了。所以，特别是你越是恢复到第5次元这种爱的无限存在的时候，你的爱其实是可以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在彼此尊重，然后跟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有很多爱的形式交流，并不是变成说男女一在一起就非得怎么样滚床单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也不要把性能量就等同于性行为，就等同于性爱。OK， 好，那再来婚姻，在传统的婚姻上，它像是一个这个不小心被我们的集体意识就把它塑造成像是商业合约一样的这样的一回事。可是是不是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应该重新的去检讨它，然后我们可以让自己在长保刚才前面所说的，在不断的这些扩展或这样的形态之下，这样你的婚姻才可以比较长久，或者是否则就会变得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干脆不进入婚姻。所以甚至这些讯息都有讲，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不婚不生，从他们高维的文明角度来看，因为有些外星已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了，他说这个是他们看到他们的文明也曾经经历过的这个过程。好，然后一直到下一个阶段，大家都懂得心灵感应、心电感应，或者说大家都勇敢的把心打开，都知道这个源头能量、性能量的本质、爱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借由我们的爱与智慧，真正的选择适合的这个伴侣的时候，那时候这种类似婚姻的缔结永久的这个
婚姻的这个合约哦，不要说合约啦，这样的关系，它又会恢复它的这些活力。所以爱情是非常美好的，我们90%几的诗歌，美好的歌曲，然后创作，你注意看，全部都是情歌，这么大的这个动力，我们怎么能不好好的去选择它？否则让自己在这个路上啊，弄得草木死灰，多可惜啊，都没有得到身心灵的这个滋养。所以我觉得今天说了这么多理论，那还是在实物上，真的还是真的也只能祝福各位，好，祝我们大家都一样，这个能够有非常美好的这个在这几方面美好的一个发展跟结局，好吗？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发问，好，谢谢，好，目前是还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我们就换这个福常老师来进行这个我们这一季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场的这个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